白夫人，快些看看啊，到底哪个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？对呀，咱们还等着见见未来的皇子妃呢。别装死，起来！夫人，快些看看，这里哪位是遗留在外头的白小姐啊？那也配叫白小姐？哼，不过就是外面的野种。白皇仰着头看着自己这位便宜娘亲，都将她藏了这么多年，现在装作不认识，看什么？我家夫人也是你能看的？你看什么看？直接拽住了她的脚，从她头上直接拔下了发簪，当着所有人的面狠狠地扎进了那丫头的喉咙里。伤我白家的人！来人，拖下去给我乱棍打死！慢着，你的女儿就在这里面，找出来之后再惩戒这心狠手辣的丫头也不迟。原本以为我那苦命的孩儿早就遭遇了不测，不曾想居然劳烦三叔给我找了回来。我的女儿自然是随我，是火系天赋，拿水晶石测试一番即可。谁是火系天赋，想来就是我那苦命的孩子。水晶球一个个的测过来。哎，如果是这个狠丫头，那就好玩了。唉，那白夫人可就颜面扫地喽。可惜白皇的手放上去之后，半点波澜都没有掀起来。切，浪费老子时间，一个废物，真是倒胃口。你们看，居然还有个乞丐。哎呀，要真是乞丐，那白夫人也丢人呐！水晶球里一阵炙热的光闪过。哇，居然是火系七星玄体！白家天赋最好的是白家四小姐，也才是水系的七星玄体吧？不，这不可能！喜事，恭喜白夫人找回了自己的千金。白小姐居然是个天生的七星玄体。白小姐的天赋，怕是天凤国也难寻几个。只有白小姐这样的天赋，才能配得上咱们天凤国的天才三皇子殿下。孩子，快过来给娘亲瞧瞧，我竟然不知道，我居然有孩子。火系必定错不了了。不可能，这肯定不是白家的孩子。放肆！哼，三叔，这些孩子不都是你找回来的吗？当初信誓旦旦的和我说我女儿就在其中，现在却又说不是，你是何居心？我可怜的女儿，别担心，娘亲定然会护着你。白夫人擦着泪，指尖一动，她打出去的火球拐了弯，直接轰了白皇。快把这个死丫头拖走！不知哪里找来的乞丐，真是晦气！白皇终是没有撑住，真正的白小姐成了乞丐，而天资出众的乞丐成了白小姐。孩子，别怪我，下辈子别投生成一个废物了，娘亲也是没有办法。真的要争下去吗？这丫头还没死透呢，叫你干你就干，白桑姑娘吩咐的事情你敢不做？白桑不过一个丫头，那也是白小姐的贴身丫头了。白小姐的天赋你看见了，还跟老子在这儿放屁？小丫头，要怪就怪你怎么不是火系七星天赋吧？我们也是听命办事。切，一个孤儿身上没点好东西，衣服他能换几个钱呢？我呸！咦，倒是有块好玉啊。谷底溪水旁，少主，你的伤如何？喂，墓室下可有动静了？哦，男人猛地抬头，上方正有一个身影越来越近。他下意识地抬手一接，一张苍白俏丽的脸映入眼帘。少主，正好咱们缺一个去墓室探底的头儿，就他吧。男人只觉得唇上一痛，一起坠入了深渊。完了，少主被那疯女人咬着嘴巴给拖下去了。白皇再次醒来的时候，觉得整个人都像被一辆大卡车狠狠地碾压过一样，没一块骨头是好的。咦，底下怎么这么软？看够了吗？好痛！我的衣服，谁把我们关进来的？要不是你死拽着我们会直接掉进这里吗？别闹，这里有结界，上面的不是盖子，是千人设下的结界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就是你把我丢下来的，让我做诱饵。做梦！洛景眼神一寒，就想动用玄力压制这个大胆的女人。可谁知道，在这个鬼地方，她的玄力居然被封了。既然事情是因你而起，你要负责任。洛景还没反应过来，身上的衣服就被人猛地拉扯着。大胆！
把衣服给我！直接便张开了嘴巴，嗷呜一口咬住了他的脖子。撕拉一声，外袍被拉扯了过去，白黄飞快地裹在了自己身上，往旁边一侧，却摸到了一本书。他不动声色地将东西藏好。你想好这般放肆的结果了吗？白黄咬着牙，指尖摸到了一处凸起，机关有救了。后果我是没想到，不过后悔倒是有的。后悔怎么还给你留了里衣呢？只是可惜呀。再见了，大美人儿。机关按下，两人身下分别出现了2道通道。白黄最终从一个洞口掉出来，周围是一小片山脉，安静得很，正好适合他把藏着的东西拿出来。天玄体，他所处的这片大陆乃是天玄大陆。正常的功法应该分为5系，但是这本功法却是教人修炼一种叫做天玄体的功法，集5系之全。更重要的是，居然首要条件便是天生废体。白家，我定要你们付出代价。找了一处山洞，盘腿坐下，开始修炼。天玄体练成之后，潜力不可限量，但要先承受经脉尽断之痛，有生命危险，修炼需谨慎。他缓缓闭上了眼睛，沉下心神，无数的玄力光点对着他涌了过去，玄力对着他的经脉钻过去，那感觉就和无数的电钻朝着你的骨缝里钻进去一样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只觉得浑身的经脉就跟断了一样的疼，连脑袋都发麻，没办法思考，只是机械地重复着让玄力去冲刷过自己身上的经脉。打通最后一根经脉的时候，紧绷的神经总算是松了下来。虽然很想试试天玄体成果，但涌上来的倦意让他上下眼皮撑不起来，砰的一声倒在地上，晕死了过去。嘿咻，他小心翼翼地迈出脚去，在白黄身上仔细地嗅了嗅，只觉得这个人身上香香甜甜的，闻起来和清晨的露珠一样，叫他心中欢喜。父亲说了，要让他自己找一个喜欢的人定契约，让那个人伺候他，每天好吃好喝地供养着他。他嗷呜一口咬在了白黄的手臂上，一点灵印出现在两人的额头上。虽然这个女人看起来很弱，但勉强凑合一下吧。不过他要先睡上一觉，这次接气都快把他累秃了。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他耳边闹哄哄的：“疯婆娘，这真是你从悬崖底下捡回来的女儿啊！”疯子捡了一个傻姑娘。女儿，娘亲啊，来，我是你的女儿没有错，先把架在我脖子上的刀放下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女儿，娘就知道，娘肯定能找回你的，我的女儿。这是个巷子里出名的疯婆娘，见到人就抓着她的手，说是自己的女儿。小姑娘，你可别就纠缠住了，赶紧打发了她走吧。你们胡说什么？这就是我女儿，好吃的糖，你不是最爱吃糖了吗？娘都给你。看着手上的糖葫芦，白黄难得的沉默了。娘亲带你回家。这疯子又要说自己是天凤国顾家的四姑娘了。哟，了不得呀，那我就是天凤白家的白夫人了啊！哈哈哈哈！不孝女顾四回来了。玄王，五儿，你个小白眼狼，你还知道回来？我的孙女没了，你也要离开我吗？你何其人心！见过四小姐。她还真的是世家女儿啊！父亲，孩儿找回了乖乖，您的孙女儿。我不是，你是不是不肯原谅娘亲？你要去哪儿？你不回家，娘亲也不回家。不可，这位是乖乖啊，父亲。乖乖，咱们先进去，有什么事儿进去了再说。白黄想着自己现在也没有好去的地方，便点了头。至于其他人，威压放出，那些叫骂的最厉害的齐齐吐出了一口血。我顾家的热闹哪里是这么好瞧的？念慈，我和乖乖说两句。父亲，你要做什么？你去洗个澡。你看，乖乖都嫌弃你身上脏了。顾念慈走了之后，顾老爷子的视线就沉沉地落在了白黄身上。行了，我知道，你怀疑我是知道他的身份，故意来接近你们的是吗？顾老爷子不说话，算是默认了。行吧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也不稀罕你们顾家，
本来就是被他硬拉着来的。走了。顾老爷子看着他毫无留恋地转身走人，直到他要推开大门了。小丫头，老夫半句话都没说，你就自顾自弃地走了？回来吧，老夫还想请丫头你帮我一个忙呢。什么忙？吃力不讨好的事情，我可不干啊。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成为我家念安的乖乖呢？不愿意。不愿意？顾家是天分4大家族之一，你要是成了乖乖，有护着你的娘亲还有顾家做你的后盾，为何你拒绝？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，你帮我掩饰的再好，我也不过是一个顶替着别人身份过的替身。我叫白黄，便一生只能是白黄，不是你们的乖乖。老爷子，我走了。等等，你可有家人？孤儿，没娘要的不就是孤儿？那你还做你的白黄，但可以请你陪陪我的女儿吗？我们顾家收你做义女。有这么好的事？可怜天下父母心。对着我的念词，我不是什么顾家家主，不过是一个可怜的老父亲罢了。我真的是怕他再跑出去。好，我同意。很快，顾家收了一个义女的消息就传了出去。顾家老爷子还专门设了宴会，请了诸多有头有脸的人来，赌场也是聊得热火朝天。也不知道那顾家的义女实力如何，说不定略高白小姐一筹呢。哼，不过那白小姐不是说被选做皇子妃的人选之一了吗？闭上你的狗嘴！我们家小姐也是你们能随意评判的吗？不过一个不知从哪儿来的野种义女，能和我们白家真正的小姐相提并论？小姐，您别生气，我和这种人置什么气？都怪你，说这地方好玩，又脏又乱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走吧。脏乱？我倒是觉得这地方挺好的。你是？诸位，认识一下，我就是你们口中那位飞上枝头变凤凰的顾家义女。我外祖父说了，这间赌坊送与我做见面礼，以后这处我白黄接管了。你怎么可能？不过区区一个废物，不过一个义女。身形一动，啪的一掌直接落在了他的脸上。你不是废物吗？大胆！你可是欺负我白家无人，白家狗仗人势，不就是靠的人多？我怎么会欺负你们没人呢？你一条白家的狗也敢朝着我吠？大胆！行了，我顾家的赌坊不欢迎没有礼数的人，两位请吧。顾家义女是吧？明日便是我们4家之子们最终测天赋的日子，希望到时候你不要让我失望。哦，明日大测啊！白小姐，你的婢女不带走吗？这样丢人的婢女不要也罢，明日他定要这个顾家的杂毛丫头跪下来自扇巴掌给他道歉。行了，各位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。白黄挥手，叫了2个人将这个丫头拖到楼上的包间里。白黄，怎么还没被打够？你想怎么样？咱们2个的账先放一放。之前你不是雇了2个人将我扔下悬崖？来，告诉我，那2个人现在在哪儿？赌坊外不远处。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走，去找他。我倒要看看他多有能耐。主子，你手上拿着的是衣服吧？不用了，那丫头已经成了顾家的小姐，不会再把主子的衣送衣服。不，我是打算再给她一次机会，有本事就再扒一次，若是没本事，那就把手留下吧。那天我叫来的2人是我们白家的2个马夫，2人都是5星玄体的实力，叫二圣和小满，拿他玉佩的那个叫二圣。2人今日正要去送些东西去灵宝楼，真乖。你为我吃了什么东西？自然是毒药，大爷找我拿一次解药，不然你身上的皮肤就会一点点的溃烂化脓，不到最后一刻还不会咽气。不，求求你放过我吧。放心，只要你回白家帮我好好盯着，我就不会让你死的。回家之后和你主子说，顾家野种到底是没胆杀了你，只打断了你的手脚，放你回去。白桑不断的后退，他现在手脚明明好好的。放心，我手法很干净的。来人，抬回去，扔给白家。灵宝楼在整个天凤国名声都十分响亮，什么事？居然有这么多人！站住！3皇子正在里面挑选灵宝，你不能进去。怎么，灵宝楼是你家3皇子开的不成？直接一个侧身闪避过去。你退下。哟，
这可真是巧了，他的未婚夫不对，现在应该是那位白家贾小姐的未婚夫了。三皇子正是，不知小姐是村口李二狗家三妞。敢问三皇子，可有看见过白家的2个随从？白家的人主子，你可别再说话了，你还不速速退下去！不可无礼，你认识白家的人？白家的家风纯正，且白家人都心地善良。姑娘，你难不成是白家的人？不是白家人，却是白家的熟人。姑娘，这是何意？我不曾记得我有得罪过你。家风淳朴，心地善良，我呸！啊，你是我的东西呢？没有，你有本事就杀了我！不过一个废物，我可是白家的人，你要是杀了我，白家……啊，嘴还挺硬啊。那我倒是要看看，把你的牙齿一颗颗敲掉之后，你的嘴还能不能硬得起来？我最后问你一遍，我的玉佩呢？大胆！你居然敢在皇子殿下面前做如此！闭嘴！不想让我拔他的牙齿？可以呀，我拔你的如何？丫头看了凤玉一眼，见她半分要帮自己的意思都没有，只能咬下唇，惊恐地闭了嘴。说，在小满手上。小满正缩在墙角，瑟瑟发抖地看着他。你把我的玉佩拿出来，我不为难你。好。一柄指尖大小的刀擦着他的脸颊就飞了过去。你找死！灵宝楼内不可杀生。谁？姑娘，灵宝楼内不可杀生，这是规定。是吗？那便给灵宝楼一个面子。你给你面子？老匹夫，方才他杀我时你不出来，我要杀他了，你倒是活了，不就是看他是白家的人，欺我无视吗？你胆敢骂我，小女娃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我不需要知道你是谁，我只需要知道这天底下所有的人和事只有2种，我想做的事情和我不想做的事情，我既厌恶之人和我喜之人，从来都没有中间者。老匹夫，你猜猜你是哪种？灵宝楼残灵老人，本少大概是忘了说了，这个女人除了本少谁都不能动。完蛋了，这人怎么找过来了？原来这姑娘是洛殿的朋友不成？洛景冷哼了一声，素手一挥，哗啦一声，一个穿着白衣的老人重重地摔在了白皇面前。残灵老人，知道我来了，竟然还能安稳地在2楼坐着，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。老朽哪里敢，只是这小姑娘杀了白家的人，灵宝楼内的规矩如此，白家的狗杂碎，死了就死了。你们给本少记着，这个女人除了我之外，谁都不能动。谁要是动了，就是和我洛景过不去。跟我走。白皇赶紧将小满身上的玉佩拿出来，匆匆塞进自己的衣服里，还没站起来就被洛景半抱着强硬地带了出去。大美人儿，有话好好说，那不是洛殿，他抱着的女人是谁呀？面生啊，定是那女人勾引的洛殿，不要脸！怎么，你们嫉妒啊？来，我不介意和你们换个位置，这个肩膀让给你们了。洛景冷哼了一声，背后忽然鸣出一对青色的凤翼。哎，美人，你这翅膀！啊！蓝天白云顿时在白皇眼中晃成一团。等他快要落地了，骆大少爷才懒洋洋地重新伸手接住，如此反复了4、5次，他才堪堪停手。小丫头，怎么样？还想将我的肩膀让给别人吗？大美人，你怕是不知道，我这人心眼比针尖还小，你让我不好受了，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做好准备了吗？他一把就将他的领口拉开，将该吐的东西吐了个干干净净，猛地就从男人身上爬下来，像是一颗小炮弹一样的往外面冲去。白皇，你给我滚回来！随从挣扎在帮自家主子换衣服和追白皇的选择之中，半天都没敢迈出脚步。对不住啊，美人，我已经滚远了。白皇一口气跑到了顾家。乖乖，你去哪儿了？身上还弄得脏兮兮的，娘亲都找你好久了。娘亲，我就是随意出去逛了逛，去了一趟灵宝楼，打了一架。不过，谁打你？谁敢动我孩儿一根头发，娘亲帮你去宰了他。没什么，我都打赢了。娘亲，我先去修炼了。
好好好，娘亲早就把一些玄机还有功法送到你的房间里去了，你好好瞧瞧。闻言，立马就往自己的屋子里跑了进去。影子，一旁的阴影下钻出了一道漆黑的人影。刚才小姐在灵宝楼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要一字不落的告诉我。灵宝楼，该死的臭丫头，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野丫头。要是下次落点没在你身旁，可别怪老夫心狠手辣。突然砰的一声巨响，他直接喷出一口鲜血来。残灵老狗，你胆敢欺我顾念慈的女儿，给老娘滚下来！残灵老人在玄王的威压下连滚带爬的跑了出来。我没有欺负顾家小姐啊！刚才你一口一个野丫头的，就是我顾家的小姐。也好，正好大家都不认识我儿，随随便便就可以欺负我儿。今日就拿你杀鸡儆猴！灵宝楼内顿时被惨叫声充斥，那些灵宝楼的其余强者纷纷装聋作哑。咦，这不是用来测天赋的石头吗？正好他也想测一测现在自己的天赋。屋顶上一双眼睛正透过拨开的瓦片悄悄地注视着他。好，我真去测天赋去了，就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，敢在外面招惹这么多事情。底下的水晶石却突然亮起了色彩，红色、蓝色、青色、金色、绿色。武系，居然是武系！这还没完，水晶石还要测它的等级。很快，上面浮现出一颗圆形的小珠子。居然还有一个异星玄师，这天底下居然真的有这样的怪物！谁？顾老爷子吓了一跳，赶紧起身将瓦片盖上。几个飞跃没有飞出半点声音。白皇冲出屋子的时候，半个鬼影都没有看见。难道是我被那混账男人给吓着了？现在都开始疑神疑鬼了。在柜子上挑了半天，他的视线最终定在了一本叫做《水灵剑》的玄技上。忽然觉得头皮痒痒的，他下意识地伸手一挠，哎呦，你刚刚抓疼我了！还有，你这个傻丫头，你那哪是什么水系呀？那可是变异的冰系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是汤圆精，而且还是我最不爱吃的青菜馅儿。你才是青菜味的汤圆精呢！你这个不识货的臭丫头，我乃是木系神兽之王。好啊，那木系小神兽，你随意的召唤一个木系低等级的灵兽给我看看。未来的皇。好，我知道，每一只小屌丝灵兽都会有一个成皇成王的梦想，我支持你。你知不知道我父亲是谁？他可是……行了，我管你父亲是谁。你刚才说的冰系是怎么回事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你的这个水系是变异的，如今已经成了冰系了。若说水系原本是温和的，那冰系就会变得更加凌厉一些，也就是说更加厉害了，是吧？反正我看你这驯兽天分还算是有那么一点点够格的。木系已经有我了，你要是想要修炼得更快一些，其余4系的灵兽都要抓来。你等会儿，什么叫做木系有你了？汤圆精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我不叫汤圆精，我叫婆婆。原来是蒲公英。多少人求我和他订契约都求不来，要是没有我，你怎么可能直接稳定掉1星玄师？我不管，反正我们2个已经签订契约了，你要对我负责。你是几阶灵兽？我的实力和你的实力息息相关。你现在只是一个1星玄师，所以我也不过是2级灵兽，我还会变强呢。我要是变强了，对你的助力也不小的，至少你的木系会修炼得特别顺利。这样啊，那我如果和别人战斗，你会帮我吗？当然了，咱们2个可是息息相关的。呵呵，天凤国的大测试版，白家等着吧。第2天，今日大比可有信心？一般般吧。父亲，你不要给孩子压力，乖乖，不用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。就算你不能修炼，娘亲也会护着你一辈子。你们都不懂啊。话说顾家就只有我们这几个人吗？当然不是，你还有一个堂哥，一位堂姐，和你一样的年纪，不过2人从小在军中历练，这会儿应该已经在大策之地等着了。你堂哥有礼又斯文，堂姐则是知书达理，你要好好同他们。爷爷，听说咱们家又来个小姨妹，哪儿呢？赶紧拎出来，我带着操练操练。爷爷，我带了狼牙棒、勾毒鞭、
震天锤，你看他喜欢哪个？算是我的见面礼了。糟啊，这两人怎么还回来了呢？这就是新来的？行了，跟我走吧。等会儿白皇得和我们一块儿去。那哪来得及啊？顾柔，带走，先带他去看看大策的场面。爷爷，那我先走了。走吧，小义妹。会骑马吗？和我换，这马很厉害。别呀，顾柔，都做我们顾家人了，马上功夫怎么少得了？不必。看见没，顾柔，小义妹还挺有自信的。请吧。不过这枣红马认我为主，你可要小心一些。马儿最通人性，不是主人的话，他谁的面子都不给。有主人的？微弱雷光涌动。千里，堂哥，不是说今日这匹马归我管了吗？谁是你堂哥？千里，快站起来，过来让我看看你的伤势。枣红马眼中露出人性化的畏惧，战战兢兢地看了白黄一眼，没动。你叫千里是吧？站起来。枣红马立刻站了起来。过来，千里。枣红马没有犹豫，立刻跑了过来。真乖。你做了什么？不过就是教训一只不听话的畜生而已。堂哥这么气愤做什么？畜生又不是人，自然是谁的拳头硬就听谁的。这是和我一起出生入死的伙伴。原来你也知道这是你的伙伴，看你这么轻易的就把他给我了，我还以为他在你心中只是一个畜生呢。见我打他也不阻止，你这伙伴倒是不要也罢。堂哥的马我怕是要不起了，算了，我还是自个儿走过去吧。所以刚才居然是他错了吗？堂哥，你心太急了，要打压他也不应该是在今天，你太不将爷爷和姑姑放在眼里了。更何况这义妹哪里像是能任由他们随意拿捏的样子。少了顾云天那张烦人的脸，白黄顿时觉得舒畅多了，脚下生风来到了大侧的地方。娘亲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这个废物女儿会出现在这里？她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，白夫人，初次见面，容我介绍一下自己，我叫白黄，顾家的白黄。你怎么会是顾家的？娘亲，就是这个人，这就是那个顾家的义女，之前在赌房刁难我的也是她。你跟我过来，乖乖。谁？快到娘亲这里来。顾云天和顾柔跟在顾念慈的身后，脸色都不好看。我们顾家和白家向来不和，你别和他们走得太近，就算是要去攀关系，也不可以去攀他们白家的。白黄不高兴搭理他，干脆扭头装作没听见。哎，你这个人，等会儿输给白家的人丢的可是我们顾家的脸。我和顾柔是6星玄体天赋，这2年在军中训练，如今已经达到了7星玄体，和白家那个刚找回来的小天才是一样的。不指望你有多高的天赋，至少别巴巴的跑到别人的阵营里去丢我们的脸吧。洛天怎么来了？哇，是洛天！他眼睛一转，却在看见白黄的时候猛地一亮，旋即脸色都变得更加阴沉起来。白黄下意识地往顾念慈身后钻了钻，这个小东西。凤凰出来了。这人的实力起码是在玄王之上的，不愧是天凤的至强者。见过凤凰。诸位不必多礼，今日的主角是4大家族的孩子们。听说白家寻回了掌上明珠，那就那位白家的小天才先来吧。现在他的女儿是白珠，就算白黄没死又能怎么样？今日是白珠的舞台，所有的人都将会成为他的陪衬。火红色的旋律光彩冒出，绚烂而夺目，上面冒出一颗又一颗的星星。唉，果然是7星天赋吗？真是不对。却看见在那第7颗星星之后，又缓缓地冒出第8颗璀璨的星辰，居然是8星玄体了。白珠更是得意地冲着白黄挑了挑眉。白家果然是人才辈出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陛下，小女名叫白珠，小女幼时不在我的身边，饱受苦难，是我对不住这孩子。居然是8星，要是7星的话，我们2家便持平了。上官家的上官灵儿是8星的天赋，还有花家的花城也是8星天赋，这2家便罢了，唯独输给白家，叫我心中意难平。下一位上官家来吧。上官灵儿人如其名，整个人看起来十分的灵动聪明，测出来果然是8星的木系天赋。献丑了。华家的小疯子正在和一只2阶的灵兽较劲，今天怕是不会过来了。不过他的实力，相信咱们天凤没有人不知道。那么剩下来的便是顾家了。我听说顾家也收了一位义女。顾云天和顾柔一个接着一个的上去，虽然有所提高，但确实今日是不够看的。
乖乖，别太担心，今日他要将白家那群人的势力嘴脸统统的踩在自己的脚底下。这个义女也不知是什么来头，乡野丫头而已，你以为人人都是白猪啊？我的亲娘嘞，老子没看错吧？那是啥色？凤凰一下子就从自己的凳子上站了起来，白夫人的茶杯从手上脱落，那是冰玺。几星几星？可惜那测试石头上并没有出现星星，反而是一颗圆圆的珠子。一星玄狮，天哪，我没看错吧？是玄狮还是一星？至于当年的落殿，恐怕也差不了多少了。胡说，当年的落殿可是2系。2系怎么了？它可是变异的冰系，也不差多少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这样的话，他做的这一切狠心的决策还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丫头，她肯定是故意的。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白皇。顾家可真是好运气啊！这样的天赋，就算是皇子妃也是当得的。此言一出，洛景的脸色却顿时黑了不少。皇子妃不敢当，听说三皇子和白家的白小姐已经定下娃娃亲，白小姐天赋卓绝，和三皇子殿下乃是天作之合。凤凰心中暗骂他不识抬举。看来此次天赋测试是顾家拔得头筹了。诸位先休息一下，接下来还有4家弟子之间的切磋比试。喂，你学过玄技吗？没学过玄技的话，就算你是1星玄师，也不一定能打赢那些学了玄技的人。没有。你怎么不去学？万一等下输给白家的人可怎么办？那又关你何事？话说，比试有奖励吗？当然有，能得到洛景的3日指点，他可是你们年轻一代之中的第一人。你说什么玩意儿？我说得到洛景的。行了，我弃权。白皇的这一举动让洛景终于忍不住了。白皇，洛殿，既然他不珍惜这次机会，那就……洛景连一眼都没有分给他，径直地拎着白皇往外面走。姑姑，他会没事吧？洛景会不会揍他？不会的，他很喜欢我们乖乖呢。那可不一定吧。再说了，白皇看起来一点都不喜欢他。白皇被他拉到了拐角处，你休想再吐回来给我，不然我揍你！你的脑袋里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？别拉拉扯扯，咱们俩不熟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能？能干嘛？顾家的人可都在外面，我不怕你。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？我跟他们都排着队等着你去指点，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。没什么事，咱们就回见了您嘞。1瓶中品灵液。白皇脚步猛地止住，看向了洛景。只要你把他们打败，我可以给你1瓶上品灵液。为什么给我灵液？我没时间指点他们，你得第一，我就不必去指点他们了。成交。顾云天他们在原地焦急地等待了好一会儿，才看见白皇不紧不慢地走回来了。白皇，我知道你对这些不感兴趣，但是事关我们顾家的声誉。谁说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的？堂姐你放心，我现在有兴趣了，会帮你们的，都是一家人了，分什么你们我们。不过白皇，为什么白家那夫人一直盯着你看？谁知道呢？你傻啊！白皇抢了他女儿的风头，他这是恨上白皇了。不过咱们顾家也不会怕他白家就是了，恨他吗？那可要恨得深一些才好啊。和往年有些不一样，这一次咱们不用1对1的比试法子了。山顶之上有我设下的一面锦旗，谁能将那面锦旗带下来送到我的手上，就算是他赢了。凤凰陛下，所以这次是大家一起？对，1对1的比试想来我们也看腻了，今年就来点新鲜的，大混战。那对人数可有要求？人数自然是多少人测试就算多少人，要知道修炼一途本就没有绝对的公平。娘亲，只有我一个人可怎么好？别慌，到时候到了山上你就这样。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用的灵宝，你先对付着用一下，到时候这边的事情结束了，娘亲再给你找更好的。玄阶灵宝？顾云天露出羡慕的神色，可惜了，没他的范儿。站到这处传送阵上来吧。白皇，你很得意吧？等着吧，接下来才是最精彩的部分。是吗？那我拭目以待。一阵头晕目眩之后，自己已经站在了一大片郁郁葱葱的丛林里，看来是分散开来的。没人了吧？我可以出来了吗？不行，外面那些人不可能看不见里面的情况的，而且今天明显是有着一场大混战，你是我的杀手锏，先不要暴露。而正如白皇猜测的一样，平底居然掀起一块巨大的水幕，山上所有人的情况便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水镜上。都被分散了吗？不知怎么的，他心底总是生出几分不安。主子，不回去吗？闭嘴！以前每到这个时候，主子不都嚷嚷着无聊然后回去的吗？哎，你们看，上官灵儿碰到白珠了。
你们猜谁会赢？哎，为什么没打起来？哼，结盟了，有点意思。是雷系，堂姐，不要过来，我已经输了，快去找顾云天。白家和上官家联手了，他们所有人都汇合了，要先解决掉我和云天，然后就去围剿你。话音刚落，东边又是一声巨响，来不及了，堂姐，凤凰，他们这是在针对我儿。这话怎么说？作战也要讲究策略的，输不起就别来。三位稍安勿躁，白夫人和上官夫人说的不错，这不是单打独斗，自然要讲究策略。不知道白皇会怎么做呢？哎，你们看，他在往上走了，是要直接去拿锦旗了吧？小妖兽这么猖狂，你安静待着。虽然还没学会玄技，但对付你还是绰绰有余。滚！转身要逃。等等，去告诉这座山上你的同伴们，如果不想死，那就别往我面前凑，懂了吗？如果再有下一个不要命的凑上来，我就宰了他们，剥皮抽骨。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一句威胁奏效了，他一路走上山，竟然真的再没有一只妖兽去阻拦。快看，他到顶了！他怎么坐下了？不赶紧走吗？白家和上官家的小闹货们，你们皇爷已经登顶了，锦旗就在我手上，有种的自己来取。半山腰上，他这是在轻视我们。白树妹妹，咱们快点解决了这只妖兽，上去把锦旗拿过来。等他们登顶之后，看见的就是金色锦旗下盘腿而坐的白皇，比我想象之中的要慢多了。你们以为多个打一个就能赢了？今日我就告诉你们，蝼蚁再多，那也只是一只和多只的区别。白皇，你这话也说得太猖狂了吧！别以为你是一星玄师就可以碾压我们。灵儿姐姐和他说什么废话，直接抢了旗帜，他就知道自己这番话该有多可笑了。赤木刺，他居然放下灵宝了！哼，这是破罐子破摔了。乖乖，婆婆，你准备好，要是我输了，就得你上了。身旁的冰系玄力突然暴动起来，黄阶下品玄技冰针。谁赢了？话说刚才是不是玄技？顾家那个白皇居然掌握了玄技。是白皇，他成功了。昨日练习了一晚上，没想到今天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居然就真的成功了。哼，上官家和白家也不过如此。太嚣张，这个太嚣张了！大家何必这么生气？胜败乃是兵家常事，我们皇儿向来不屑和别人结盟什么的，就是对自己的实力十分的有信心。既然这样，今日的胜者看来是白。不好意思啊，见过凤凰陛下，花家花城请战。臭小子，你还知道过来？怎么不干脆死在外面得了？我死在外面了，怎么帮你争面子啊？本来是觉得没意思的，但看来今天没让我失望，还是有点意思的呀。不过这小姑娘是哪家的？也太猖狂了，我可不允许有人比我还要猖狂。诸位看好了，我这就去把这位自称皇爷的小丫头给征服了。玄师，又是一个玄师，天哪，不愧是花家出了名的修炼狂。花家主，你可真是瞒得紧呢，居然连本皇都骗过去了。我也没想到这小子闷不吭声的就到了玄师。很好，这样就能挫一挫那个白皇的傲气了。该死的洛晴，要不是为了上品灵液，我才不会来做这么麻烦的事情。叫白皇是吧？对不住了，此路不通。你是花家的？花家花城，我也是刚突破玄师不久，天赋或许没你高，但论起对玄技的熟练度，确实要远胜于你的。认输吧，我和旁人打架，不管你是男是女，都不会留手的。抱歉，我这人头铁，撞了南墙也不回头。不过你的那句话我十分赞同，我这人下手也狠，并对那些装逼装得十分成功的、抢了我风头的人尤其不喜欢。哼，可别说我欺负女人。白皇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当真不认输？今日我揍了这么多人，就你废话多。冰针，去！锋芒吞了他们！锋芒咆哮着和冰针相撞，巨大的炸响声比起上一次还要响。水晶又花了，谁赢了？肯定是花城的锋芒啊，看起来就他的玄技更熟练一些。哎，你们看，水屋里有什么东西生出来了？是青藤？不对，是妖藤啊！他们两个都不是木系的，哪里来的这些妖藤？除非有人要出来了，是白皇吗？恐怕不是，千万不能是白皇，绝对不能是白皇。一个身影被一根妖藤卷着轻轻地送出来。二阶灵兽！臭小子，你说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没有不舒服，只是你之前不是问孩儿可有喜欢的人，我现在有了，我要娶那个叫白皇的。
谁？我倒是不知道，现在战败者都这么嚣张了，你都打不过人家小丫头，居然还妄图求娶，也不看看你自己的天赋，配不配得上人家？落典，你这也太过分了！我儿怎么就配不上她一个顾家义女了？我过分？你用你的脑子好好想一想，你儿子如今到了玄师的实力，是用了多少年的修炼时间？而白皇他一个从外面找回来的孤儿，根本没人去指引他修炼，也就是说，他是前2日去顾家才觉醒的玄力，天生的异形玄者，还是变异兵系的玄力。你这儿子哪里来的自信，开口就要娶人家？真以为这天底下所有的事情，只要他一张嘴就能办妥了吗？洛景说的不错，婚姻大事不可儿戏。花家小子，你要是真喜欢白皇，就努力修炼，自己追的姑娘，让别人心服口服才是。白爸，咱们下去吧。凤凰陛下，这次的比试是我赢了吧？话说，除了能跟着洛景学习3天之外，就没有别的奖励了吗？你想要什么？今日你是主角，你说了算。多谢陛下。回凤凰陛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能不能请您将这个高台给毁了呢？为什么？刚才在上面看了一下风景，发现风景特别糟糕，看他不顺眼，就想毁了他。就因为这个？白皇，你可要想好了。天底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？这么好的一个机会，居然用来去摧毁了一根傻柱子。既然你不后悔就好。陛下，我来吧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劳烦落典了。抬手，黑色的火焰在他指尖跃动，恐怖的高温将空气都灼烧的扭曲起来，居然也是变异玄力。砰的一声，高台整个炸开，顷刻间化成了灰烬。白皇站在最中央，眼神透过重重人群看向了白夫人。下一个就是你了。白夫人只觉得身上的血液都一寸寸冷下去，同时无尽的杀意从心底窜出来。孽缘，这一切都是这个孽障的错。白皇，你真的好厉害。你真的不喜欢花家那小子？这个不重要吧？现在更重要的是，难道不是即将到手的上品灵液吗？洛景被他看得不自在，用拳头挡住嘴，轻咳了一声。主子，这次还是让影哥去教吗？闭嘴。得，明白了。娘亲，咱们什么时候回去？说什么傻话呢？你可不是跟我们一块儿回去了？什么玩意儿？他这就要被抛弃了吗？你这孩子又在想什么傻事呢？娘亲的意思是，你赢了这次比试，应该跟着洛景回去，在他那儿住3天。这3天由他来指点你的修行，正好也去长长见识。他的轮回殿之中有不少能人，你多看看也是有好处的。白皇简直是有苦难言，他总不能说，娘亲啊，你闺女我不是不想跟她学，只是因为我扒过她的衣服，还吐了她一身。问你能原谅我不？除非她是个二傻子。没办法，白皇只能悄悄地溜到洛景那儿去。你快把上品灵液给我，给完我就走。放心，绝对不纠缠你。没带，放在家里了。那你跟我一起回去呢，我可没空给你送来。行，拿完我就走。一旁的随从面无表情地充当着一个合格的木头人，把上品灵液放在家里，骗鬼呢？该死的白皇！娘亲，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！上官灵儿丢了大脸，一出来就看见白皇和洛景相谈甚欢的样子，顿时眼睛一黑，就要晕过去。白皇，下一次见到你，我一定会赢你的，到时候我肯定让你成为我的女人。你的2阶灵兽哪里来的？捡来的。走了。洛景没有带白皇去轮回殿，而是直接带他回了自己家。不许扯我，我是不会进去的。你进去给我拿，拿了我就走。仆仆也凶狠地召唤出妖藤，噼里啪啦地将他整个人都围起来。白皇小姐，我们的主子不是这样的人。别说了，我是不可能被你们说动的。要么你进去给我拿，要么你有本事就打晕我，拖我进去，不然……伸手接住软绵绵倒下的小丫头。主子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样看我做什么？这是他自己要求的。白皇醒来的时候觉得头痛欲裂，该死的洛景！姑娘，你有什么吩咐吗？你们家主子呢？主子在外头等着姑娘用饭呢，姑娘可要先净手。你家规矩这么多，走。醒了，来吃饭。胡吃狗贼！我的上品灵液呢？掏出一个小玉瓶，抛到他的手上，早给我多好。你确定要现在回顾家？要知道，今日的顾家可是十分热闹。这话什么意思？顾家顾萧回来了，他自小便崇拜他的姑姑顾念慈。这次听闻顾念慈将街上随意拎回来的一个小女孩当成了自己的女儿，心有不服，在顾家闹腾着要赶你出去。白皇挑眉不说话。其实正要论起来，他才是你们顾家小辈之中的第一人，只比你长了1岁，如今已是3星玄师的实力了。
他真的要针对你的话，你在顾家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。所以呢，你想和我说什么？我让你放弃顾家，入我轮回殿，我定好好培养你。这有什么好笑的？我说，你怎么这么好心提醒我呢？原来是挖墙脚的。那不好意思了，我这人不喜欢挪窝，暂时就想待在顾家，不想出来了。至于入轮回殿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考虑。或许你要是将轮回殿送我，那我还考虑一下。小丫头站住！你现在回顾家，你以为顾家会让你安安生生的服用上品灵液？上品灵液让你更进一步，进阶的时候需要绝对安静的。我这里你尽管住下，反正顾家的人都以为你要等3天之后再回去。我给你上品灵液，自然也不想让他被糟蹋。白皇内心挣扎了许久，终于还是在他面前重新坐了下来。落井唇角微微一勾，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聪明。本殿就喜欢和聪明的人说话。3日后，皇室要举行1年1次的宫宴，本殿缺一个女伴，你勉强可以凑合。就这么简单？落井点头，成交。一顿饭下来，白皇顿时就觉得自己快要变成一头猪了，还是那种被人生生喂肥的猪。回了自己的屋子，起来，婆婆。哎呀，白白，你做什么呀？帮我护法，我要试试这个上品灵液了。好。白皇一口就将灵液给喝下去，无数的旋律光点不要命一样的往他身上冲，一遍遍的刷洗着他身上的各处经脉。他猛地吐出一口血来。白白，你疯了？不就是一些小光点吗？我倒是要看看他能拿我怎么样。到我这里，他们只能是让我变得更强的养料罢了。婆婆正着急，身上却突然散发出了一阵青绿色的光点。居然是旋律共享，这次倒是我占了你的便宜了。无数的妖藤从洛府底下生长而出，将白皇所住者的屋子整个都包裹起来。不远处，一个身影靠近。住手，影哥！影哥见过主子，不知这些事。我从外面带了一只小玩意儿进来，他折腾出来的。他家主子是笑了吗？你看顾一下，别让不长眼的进去打扰他。这丫头真是叫我意外，她手上的那只应该是神兽。而且还不是普通的神兽，应当是有王脉的神兽继承者。主子，王脉神兽怎么会在这里？他明明就不是这个世界该出现的，是不是上面那群人发现主子的秘密了，才打开了通道？不会，没那么严重。再说了，就算他们都来了，本殿也不惧。时间一晃都过去了2日，你还真是要谢谢我，哪有我这么不离不弃的灵兽？你起来呀！再不起来，我真的要被你熏得晕过去了。白皇完全不知道已经过了2天那么久了，他只知道本来小腹处只有1颗珠子的地方，如今已经有了2颗珠子，而剩下那些多余的旋力正在他一步步的威逼之中，慢慢的在小腹处沉淀压缩。给我成型！庭院外，这是武器灵药弹泻，还有半颗钟，它就能盛开了。到时候里面的种子落下，就能做成主子新药的药引子了。只是这灵药娇贵，生长到开放都要在极为安静的环境下才能成功，若是有大动静，就会让整株药瞬间……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听见不远处传来砰的一声巨响，无数的旋力对着那个方向奔涌过去，而娇贵的弹泻顿时被抽干了水分，迅速的枯萎了下去。白皇，哎，这小姑娘修炼的架势怎么和主子一样呢？我过去看看，你再去找一株新的弹泻。难道落井不去宰了他吗？终于收住最后一波旋力，扑鼻而来的臭味让他差点没晕过去。水，我要洗澡！正要一把推开门的落井讪讪地收回了手，收拾好了自己，白皇顿时又觉得饿得前胸贴后背。落井，你还好意思叫我？落井，我饿了。你刚才毁了我最珍贵的一株药材。我说我饿了。那可是一株5阶的药材。我说我真的很饿了。落井还要再说什么，小姑娘已经张开嘴巴，一口叼在了她俊俏的侧脸上。白皇，来人！数10个暗卫顿时出现在她面前。上菜。这种小事好像还用不上他们。最终落井也没拿白皇怎么样，倒是白皇自己狼吞虎咽地吃了一整桌的菜之后，后知后觉地想起来，自己好像把落井的脸看成一盘白切糕了，真是罪过。乱吃东西可是要拉肚子的。不过他之前说的弹泻是什么东西？罢了，想不通，不讲了。庭院之中，一片冰针迅速的就浮现在他的身后，居然连威力也增长了。再遇见那花虫的话，不用普普，我也能靠着自己一只手就碾压他了。
这可是主子的2级灵药生灵术啊！死了！闻讯赶来的洛景黑沉着一张脸，我会赔的。你拿什么赔啊？洛景，你属狗的！一报还一报。白黄张牙舞爪的就要扑上去，被他一手压住。别闹了，准备一下，我们去宫宴。顾家人也会去？那挺好。你想你娘亲了？当然不是，就之前那个嚷嚷着要我滚蛋的那个顾萧，我是要去揍服他的。是吗？对了，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了，这次宫宴实际上是为了三皇子凤玉准备的一场相亲之夜。我对那种眼神不好的公子哥儿没兴趣。那如此甚好，你要是敢多看他一眼，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你。白黄顿时觉得脸颊又开始发疼了。洛景让人给白黄准备衣服，居然和他还是一个色的。这裙摆太长了，我是要去揍人的。你给我这样的衣服，我还怎么打架？宫宴上是不能打架的。等出门看见洛府的马车时，白黄才露出震惊的神情，直接用一只2阶灵兽来拉马车。看什么看？虽然我们都是2阶灵兽，但你跟错了主人，只能拉马车。但是我可是我们家白白的心肝宝贝儿，和你这种傻傻的大块头才不一样。怎么喷了一个鼻子？他不会说话吗？不是所有的灵兽在低阶的时候就能说话的，你这灵兽看起来倒是特别的狠。是吗？接下来一路两人都没有再说过话，大概都是因为各自有着自己的心事。都说了不要给我挑这种裙子，多不方便。今日又不用你来打架，都和你说了，今日你既然是我的女伴，谁找你的麻烦我都会帮你挡下来的。下雪了？约莫等会儿会下雪吧。那是落殿吗？落殿不是从来不带女伴参加宫宴的吗？你认识那个女的吗？知道啊，顾家义女。三皇子来了。三皇子殿下，你身子可好些了？三皇子殿下，我是白家的白芷，你还记得我吗？白？走吧，洛景，顾家人来了吗？到了，在里面。洛景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和白黄又是什么关系？嘿，凤玉哥哥。猪猪。洛景一走进去就被凤凰的人叫走了，只剩下白黄一个人乱晃悠。乖乖，来娘亲这儿。一个酒杯带着破空之势砸在他方才站着的位置。不好意思啊，手滑。顾萧，你疯了吧？那可是你妹妹。姑姑你别生气，我真的就是手滑。原来你就是白黄义妹啊。对不住了，不过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你应该不会介意的吧？当然不介意，况且如果堂哥是故意而为，那这准头也太差了些。听说堂哥是3星玄师，3星玄师认真的一击也太弱了吧？这小丫头还是个难缠的角色。花城一看见白黄就想贴过来。花小城，你敢贴过去丢我花家的人试试看？这就是你说的白黄，倒是有点意思。哥哥难不成也喜欢他？怎么你们一个个都觉得他有意思？还有谁喜欢他不成？洛殿也对他另眼相看。哼，不知廉耻的狐狸精！爷爷，你就让顾萧这么闹，白黄多吃亏啊！你不是之前也看不上他吗？那是之前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萧儿那孩子就是倔了一些，做事情还是有分寸的。乖乖太傲了，敲打一下也未尝不可。说起来，我倒是不知道义妹和我姑姑是怎么认识的呢？乖乖掉在山崖下，是我救回来的。哼，悬崖下，不知道义妹是惹到什么人，他们要对你这样赶尽杀绝呢？还是说义妹蠢笨到自己从山崖下掉下来不成？对呀，乖乖，是谁敢这么对你？告诉娘亲。正好带着白珠走进来的白夫人听见了这一段话，严厉而阴毒的视线立刻狠狠地对着白黄投过来。娘亲，有些事情我不想说，不是什么好的回忆。好好，咱们白黄不想说就不说。顾萧不甘心，但又被顾老爷子狠狠地瞪着，于是冷哼了一声，息了声音。白夫人松了一口气，必须得赶快解决掉白黄这个孽障了。活该，顾家自己狗咬狗，这里是宫宴，白黄那点脾气都得收起来。顾萧这一巴掌，他可还不回去了。终究是上不了台面的丫头，这样来历不明的人，就算天赋再高，也是配不上你的，知道了吗？成儿。花城不甘心地转过脸。对了，娘亲，你能帮我去厨房那儿再要点点心来吗？顾念慈心疼他，立刻起身就去了。顾老爷子也被凤凰的人叫走了。怎么准备一对解签？白黄已经姿态优雅的将一整杯酒一滴不留的全扣在了他的脑袋上。对不住了，堂哥，我只是想敬个酒，可能也是手滑吧。你有种！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堂哥不会是生气了吧？还是说堂哥你根本就是看我不顺眼呢？哈哈哈哈！我就是看不上你，又如何？顾柔正想上前劝说一下，你别管，
快去找爷爷！咱们2个拦得住他们，连玄师都还不是，劝架也只是上去挨揍的。顾柔赶紧跑去找顾云天和顾念慈了，两人的气氛正紧张着，突然听见了不远处传来骚动声，抬眼一看，是一个穿着华服的女人和凤玉一起。你怎么出来了？早些告诉我一声，你一来我就把家里那段灵芝带过来给你了，还不是着急看看猪猪这孩子。凤玉在他身后不轻不重地捅了他一下，知道，不许催我。不知哪一位是顾家的白皇？是我。陛下说顾家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义女，也和你们顾家老爷子在商量着你的婚事，我忍不住就先出来看看。今日一看，果然不错，倒是配得上玉儿。贵妃，你着什么急？这是陛下的意思，你家的猪猪、上官家的灵儿，还有顾家的白皇，都作为玉儿未婚妻的人选，最终做选择的还是玉儿自己。白夫人脸色依旧难看，上官灵儿也突然别扭了起来。她喜欢的是洛景啊，什么叫做未婚妻之一？这群人脑子没毛病吧？怎么，你对我儿不满意？我怎么看你不高兴的样子？白皇咬着牙才忍住没让自己破口大骂。没想到连凤玉都被你勾了魂，小丫头，你手段挺厉害啊！白皇终于忍不住了，猛地击在顾潇的心口上。我今日总算见识到了，什么叫做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大胆！大胆！你居然敢在宫宴里动手！野丫头就是野丫头，无论如何都上不了台面。白珠心中大喜，今天白皇可是彻底的得罪了茹贵妃。是啊，不应该在宫殿上动手，有胆子的就跟我出去打！哼，不知死活！白皇，这里是宫宴，我自然知道。哈哈哈！三皇子殿下，茹贵妃，这是我们顾家的家事，就不劳烦2位操心了。你可别这么看我，我对谁都是这个德行。你要让我对你好些，让我服气你就行。宫宴上不准打架，咱们就去上面打。我知道你还有只2阶的灵兽是吧？你们2个一起上吧，可别说我欺负你。说完，他纵身一跃，人就已经跳到了屋顶上。顾家还真是一个盛产疯子的地方，做事之前也不知道动动脑子。我倒是觉得他们这样活着也不错。白皇轻跃上屋顶，看在你还不算让我太讨厌的份上，我提醒你一句话吧，最好你能在短时间内解决我，不然你将连还手之力都没有。白皇，大言不惭4个字，你可知道怎么写？你就算求饶，我现在也不会轻易放过你的。今日不打，我就不痛快。4星玄师，你很骄傲吗？浑身的玄力奔涌。3星玄师？怎么可能？姐姐你看见了吗？他变成3星玄师了，明明2天之前他还是个1星玄师而已。上官灵儿妒忌的眼睛都发红了。原本我该有一个天才一般的女儿的。3星玄师，好，这样看来还有一点意思。我不妨告诉你，我的所有战斗皆是越级挑战。别说你现在只是一个3星玄师，就算你是5星玄师，我也不见得会怕你。废话多，来得正好，爽快！雷蛇去！冰针居然被压制住了。他本就是变异玄力，除非顾潇的雷是变异的雷，不然2者相对，肯定是顾潇吃亏。白皇又迅速地凝出了第2波冰针，他狼狈躲避，在停下之时，身上已经爆出了许多的伤口。白皇，你再尝尝我的黄阶中品玄技雷龙。我看你是服用了什么宝贝，才直接晋升到3星玄师的吧？我知道你修炼了我们顾家的兵器玄技，但你应该还没有学会黄阶中品的玄技。靠一个下品玄技冰针，你想打赢我的？把你的灵兽叫出来，我给你机会。大胆，在我宫中闹事，真是不知死活。玄灵君何在？在。拿下这2个人。白皇冷哼了一声，顾潇也心烦气躁，正打得舒心呢。刺啦，一簇黑色的火焰从地底升出来，哗啦啦围着2人的位置延伸过去。本殿保了，谁敢动？落井，这2人坏了规矩。陛下此言差矣，宫宴上不可打架，但他们这可不是在宫宴上，没人规定说不可以在屋顶上打架的呀。再说了，每年的宫宴都这般无趣，我都看烦了，来点不一样的热闹一下，不是挺好的？既然你喜欢，那便下不为例。不，我们2个一起出手，这一下要是扛不过来，我们就输了。他浑身爆发出青绿色的光彩，无数的1阶妖藤从地上钻出来。冰针，雷龙，解决他！ 3种力量撞在一块儿，
半空之中炸出一朵绚丽的白金交织的烟花。落井皱眉，在看见顾潇猛地往白黄的方向冲过去的时候，眼瞳猛地一缩。这场比武也该结束了，白黄输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顾潇不只是玄力了得，他更擅长近战，还修炼过断体之术。现在白黄让他找到机会近了身，就等同于输了。白黄，我最得意的乃是近战，你个小姑娘怕是不知道近战身法的厉害。黄阶下品断体身法，赤金不灭体。白黄收手，往前一步，抓手过肩摔。怎么可能？我当然知道近战的可怕之处，忘记告诉你了。我最擅长的也不是玄技，而是近战。哈哈哈哈！来，你丫头不错，今日过后，我再也不为难你了。顾家人你当得起，比顾柔和顾云天那两个小蠢蛋可厉害多了。但是今日你要赢我，不可能。两人又是快速化成了一道残影，拳拳到肉，招招凶险。而众人只看见顾潇像一只无力招架的小鸡崽儿一样，出招就被白黄给破解了。白黄很悬，他不可能次次躲过去，要是有一下没躲过去，那就是灭顶之灾。一拳打中，认输吧！又是凌厉的一脚，白黄险险避开。吃我一拳！要是我也会断体玄技就好了。雷龙，带灵战。我好累，拜拜，我要休息一下了。你在这里好好休息。终于下雪了，这一刻我已经等得太久了。认输吧。认输？对不住，接下来是我的主场了。切，老老实实认输不就成了？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不过就是一场大雪，你难不成还真想靠这个翻身不成？还是说你觉得你灵兽这个乌龟可能保护得了你？他已经摇摇欲坠了。你以为你的断体之术很厉害是吧？我的冰针确实是太少了，奈何不得你。你这是要认输了吗？白黄也直接抬手，一片雪花他就那样停顿在了那里。让人觉得惊悚的是，但凡是众人能看见范围内的雪花都停了下来。这是他居然能控雪？不是控雪，雪本就是细小的冰，乖乖的冰并不是普通的寒冰，而是变异的寒冰。普通的冰晶怎么会是乖乖的对手？自然就像是子民见到了他们的君王顾潇。不，现在是我们所有人一脚踏入了他的主场。不过小小的雪花，你又能奈我如何？吃我一招！你以为你的断体之术很厉害是吧？那你尝尝这个。数万片的雪花渡了冰边之后，就狠狠地对着顾潇撞了过去。他浑身酸痛，想要站起来，脑袋上的雪花片们却纷纷滴溜溜地转动起来。我输了，两个乳臭未干的小鬼，老头子我还没死呢！落井抬脚就要上前。落家小子，老夫教训自己的孙女儿，你就不要插手了。这是我顾家的孩子，今日一战，我老爷子为他骄傲，同时也脸上无光。你们两个天赋了得，不服输这很好，但你们却在这么多人面前自家人打自家人，这就是错了。认错吗？你跪下认个错，我就原谅你。我没错，我白黄不跪天地，更不跪你。嘿，这小丫头真是有骨气，她倒也不是真让她跪，只是给凤凰做个样子罢了。突然一个火熊猛地砸过来，不要，婆婆，白白，我好疼啊！我知道我会帮你的，会治好你的。你别着急，没有到不能治的地步，我带你去灵兽谷。切，不过一只2阶灵兽。落井，劳烦你先带着普普去灵兽谷，或者等会儿来找你们。你想做什么？放心，我心中有数。你不是要我入你的轮回殿吗？如果你把普普救回来了，我答应你。我带他去灵兽谷，你自己小心。落井迅速往外面掠去。照顾好他，少一根头发，我就把责任算在你的头上。主子放心，我老人家教训孙女儿，倒是不知道哪一位这般无耻。方才是我在教猪猪驯火之术，不小心打偏了，是我白家的错。我愿意赔偿白黄4只2阶灵兽。我自小无父无母，普普是我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朋友，更是我唯一的家人。试问在座的诸位，若是我打死了你唯一的家人，或者满不在乎的告诉你他死了又怎么样呢？我再赔偿你4个不就行了吗？你们觉得如何？哼，你这都是歪理。那这样说来，今日我若是杀了凤玉，再赔偿你4个同龄同天赋的少年便可。放肆！
你那灵兽是什么东西？敢和我儿子放在一块比？是不能一块比。凤玉怎么配？玄灵君，给我拿下他！就你这样的，还想当三皇子妃，简直荒谬！今天我就要好好的教教你，什么叫做尊重长辈。谁敢动？顾家，你们这是要造反！我只是在保护我的孙女儿。我顾家的人，我顾家会教。这天底下谁都没有资格教我顾家的孩子如何做人。你不要生气，爷爷不是针对你。刚才的事情谁都没想到，爷爷不是不喜欢你，他其实很喜欢你。你别看顾潇和顾云天那两个大傻子针对你，其实他们也很喜欢你。顾柔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可没有喜欢这个死丫头。爷爷教训小辈不是天经地义。臭丫头，你要是怨恨爷爷，那你就是傻子。不过你也不要怕，我们可以欺负你，别人不行。白家的小女娃，别以为现在白家是你当家的，就可以不将我顾家放在眼中。就算你老子来了，也照样得看我的眼色。你闹够了没有？父皇，你母亲跟着是非不分，你也打算站着看热闹？这件事是白家的错，白皇，你想如何呢？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让我跟你打不成？你是3星玄者，我才是8星的玄体，怎么比？这不公平！公平？你打普普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他已经失去了战斗力？公平不公平呢？白皇，白夫人，我看你真的是很想和我老头子过过招啊！白皇已经将白珠整个人都举了起来，你也别说我欺负你，我不用玄技，你可以用玄技，我就用肉身和你打，如何？白珠眼神一亮，不用玄技，只用肉身，怎么你不敢？喂，你疯了？你又没学过断体术，怎么和他打？放心，我心中有分寸。白皇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对，我自己说的。徒手一抓，在他身上居然凝出了一片片晶莹的冰甲。这是断体之术，不会是断体之术，这恐怕……这是乖乖自创的断体术。哼，故弄玄虚，火炎诀。哼，去死吧，贱人！还敢勾引玉哥哥，你就更该死了，小心！不可能，你怎么会没死？你居然还敢分心，一个不成熟的黄阶下品玄技而已，你还真以为无敌了？火球！咔嚓2声脆响，白珠的右手直接软绵绵的垂下来。我的手！白皇狠狠地将他丢在地上。你就是用这只手打的普普？白珠痛得说不出话。不是这只手吗？那看来是这只手了。不要！我错了，是我错了！咔嚓一声，他的左手也跟着软绵绵的倒了下来。我当时也是这么求你的，为什么你没有放过我的普普呢？我家普普所受到的伤害，我要你们也都来完整的试一试。白珠痛得涕泪横流，心中更是无比的后悔，自己为什么要脑子一热去动这个女罗刹的灵兽。白珠，你可知道错了？砰！他吐出一口血，浑身抽搐了2下，晕死了过去。珠珠，凤玉心中一疼，连忙赶过去扶起了白珠。你怎么能如此狠毒？他都已经认输了。认输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没听见，手比较快，他也没说要认输啊。凤凰陛下，今天宫宴上的事情是我失礼了，我向您承诺不会有下次了。凤凰还能说什么？落井派下来的影卫都在暗中盯着他呢。小孩子嘛，细性总是有一些的，你放心，我还不至于和你计较这些。白皇解决掉这边的事情，就想要直接去灵兽谷。你知道怎么去吗？关你什么事？狗咬吕洞宾啊你！我是怕你一个人跑断腿，外面停着我的灵马，勉为其难借你用一下。多谢，乖乖。孩子的事情就让孩子自己去做，放心吧。这丫头重情义，今日咱们对她的心，她已经知道了，会回来的。灵兽谷就在天凤的最西边。小女娃，你是哪里来的人？若不是我灵兽谷认定的朋友，或者是地位尊上的客人，是不可以入我谷中的。我叫白皇，是落井的朋友。原来是落点，他是说过会有一个长得怪模怪样的、脾气暴躁的叫做白皇的小丑丫头来，看来就是你了。果然，他和落井还是八字不合。我们这儿是一个灵兽谷的分谷，我们的分谷谷主乃是一位6阶灵兽强者，你进去之后可别乱说话，不然被丢出去，落点也保不住你。对了，白皇，你是驯兽师吗？我不是驯兽师。那你怎么会有灵兽？只有驯兽师才有自己的战宠。普普不是我的宠物，他是我的家人。前面那个就是你朋友。白皇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你去做一个灵兽结合度吧，我觉得你会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驯兽师的。谢谢，
急忙往前奔过去。白皇看着普普，一颗心终于安定了下来。这一刻浑身松懈下来，眼前一黑，直接晕死了过去。这就是王脉神兽的契约人。这倒是一个好苗子啊。你的意思是，等他醒了，让他测一测灵兽亲和度吧。这一笑，白皇睡得昏昏沉沉。普普，玲珑爷爷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对他的契约兽这么好的。谷中的灵兽们不都说吗？外面的人可坏了，那些驯兽师也不是都将自己的灵魂兽当做自己的朋友看待。这个绿团子也不过是个2级的灵兽，而且这天底下的人各有不同，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坏的。小丫头，我是这分谷的谷主，你的灵兽已经醒了，带他过来吧。多谢阁下。虽然我现在还很弱，但往后若是有我能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哦，你这丫头的话，老人家记住了，往后定有需要你帮忙的地方。普普是已经彻底好了吗？不能算彻底好了，若是我告诉你他的命是我救回来了，但是他可能再也不会有进阶的可能了，你会如何？不可能。哦，怎么说？我不会让他变成那样的，我会想尽办法让我的普普恢复。今日不行就明日，今年不行就明年，只要我活着，我就不会让普普变成不能进阶的灵兽。你很像我认识的一个故人，虽然老头子我很欣赏你，但是还是得告诉你，你的灵兽伤了根基。不过不是没有补救的法子，有一种奇宝名为地流生玄浆，若是能给你的灵兽找来这东西，不仅能治好他的伤，还能让他更进一步。怎么找？说来倒也凑巧啊，你要的这东西本来都已经消失了，却没想到又出来了。你在我这里昏睡了足足半个月，怕是不知道，天凤国出了一处遗迹，似乎是一位玄皇弥留下来的殿女撕开了封印，重现人世。地流生玄浆就在那宫殿遗迹里，那我现在就去。慢着，你这丫头怎么这么急？宫殿的封印半月之后才彻底的打开，到时候你们才能进去。而且这种古老的遗迹大多有封印，怕是玄世以上实力的都会被遗迹排斥，到时候肯定不只有你一个人进去，必定是一场极为激烈的厮杀。你就这么一头撞进去？再说了，你那小男友去给你找东西了，回来跟我老头子要人，我拿不出人可怎么好？他不是我。行了行了，我老了，对你们这些情情爱爱的事情没兴趣。半个时辰之后，白皇将刀子抵在自己的手指上。老爷子，你可别骗我啊！我老爷子不会害你，放心。白皇深吸口气，将自己的手指割破。玲珑见状，口中喃喃念起一段古老的咒语，血色雾气从那一滴鲜血之中飘散而出。第一只灵兽吼叫了起来，像是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一样，一只跟着一只的灵兽开始疯狂地吼叫起来。一只灵兽垂下了脑袋，第二只灵兽趴下了身子，一只跟着一只。万兽朝拜，孩子，往后你就是我们灵兽谷永远的朋友。是我的亲和度很高吗？以血为引，血香为饵，若灵兽闻了之后暴动，那就是没有天赋；若灵兽闻了之后对你亲昵，那就是有资格成为驯兽师；若百兽臣服，那就是上等天赋；千兽臣服，那就是绝世天赋。我这辈子也看过一次千兽臣服的盛况，而你是第二个。不对，你比他更加的恐怖，你是妖孽。玲珑，老爷子，你居然能化成人形？6阶以上的灵兽都能化成人形。好孩子，让爷爷来看看。像，真的像。要是那家伙能看到你，定会觉得很高兴。他可是做梦都想要一个女儿，可惜了，你们怕是见不到面。老爷子，你的意思是我的天赋很好？是绝无仅有。就算你只是一个不能修炼的废人，你的驯兽天赋
也足够你成为未来名声鼎盛的人物。孩子，你可愿意成为我灵兽谷的朋友？那自然是我的荣幸。我们2个有缘，不介意的话，就让我老人家来做你的起脉引人吧。当然愿意。很快，他面前就出现了神奇的一幕，就好像得到了内视的能力一样。他居然清楚地看见了自己身上的各处经脉。这10条便是驯兽师的灵脉了，1条灵脉为1阶，待你10条脉筋都亮起之时，就是驯兽师大成。接下来是通筋之痛，你要忍住。旋即，他很快就感觉到了一阵尖锐的痛意，冷汗顿时就打湿了几背。普普见他一脸痛苦的样子，就要扑上去。小家伙，不许上去！你家主子正在通脉呢，你想让他变成废物，就去打扰他。谁给你的胆子这么叫我？不远处，主子，没想到不过是一个下玄级的3流小国，居然能出这样的人物，这天赋都快赶上主子你了。主子，你这般喜欢他，何不带他一起到圣玄？尹哥，我自有打算，是属下多嘴了。多谢玲珑爷爷。小丫头，别乱攀亲戚。你如今的灵兽是2阶灵兽，所以能打通2条脉筋，1阶1根，往后的路就要靠你自己走了。那打通这个经脉有什么好处？你可以和你的灵兽一起使用驯兽师可以修炼的玄技，威力叠加，自然更甚于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。我这里还有一个纳灵手链，这手链乃是至宝，可温养灵兽，甚至自成一方空间。灵兽若是受伤了，只在里面待着，便是很好的休养。居然是空间灵宝！我答应了那个人，若是遇见比他天赋还要好的，就将这件至宝送出去，也算不负所托。玲珑爷爷，或许这话你现在听来会觉得可笑，但我还是要说，今日这份恩情我记住了，往后你若有难，我会拼尽全力救你一次。好，爷爷记住你今日的话了。白皇的心情正激荡着，冷不丁的就被人抓住了后领，脚步一退，就陷入了一个怀抱之中。落脚，你松开我！你都没看见我，就知道是我？看来你很在意我啊！我还以为你个小没良心的，早就把我给忘了。说不到2句，怎么就要动手了？哼，你别想欺负白白！就你这样的，还想护主？上次说的事情，我说话算话。回去之后就去你的轮回殿。你真的愿意过来？或白皇言出必行。行，等你到玄王的那一天，再来我轮回殿报道。现在的你啊，本殿还看不上，太弱了。玄王？轮回殿之中也才落井一个玄王。对了，刚才有事情出去了一趟，从路边捡了个东西，本殿今日心情好，送你了。玄阶灵宝？这是玄阶的兵器灵宝，只有你快些成为玄王，才能为我所用。好好加油吧，小丫头。你对我这么好做什么？难不成你喜欢我？现在的小姑娘都这么直接的？灵敏的将东西往他怀中一丢，抱着普普警惕的后退了3步。你过来。白皇摇头，又退了3步，直接近身过去，将人一提就扛上了肩膀。陆姐，我想吐。你要是再敢吐在我的身上，我就把你的灵兽丢到白家去。风谷主，这次多谢你，这次人情我会记着的。人情我自己会还，不用你帮我。这努力要和他划清界限的样子，让洛景唯一一点耐心都没了，扛着人匆匆就走了。在一处神秘之地，水帝，吾皇，唤我何事？臭小子自己跑到下界就罢了，居然还擅自与人签订了契约。要不是这一次他险些保不住小命，我还感应不到他签订契约的事情。怎么可能？小主子为何会选中下界的那些庸才？你带人先去找，找到之后把混小子带回来。至于那个契约者，你们看着处理了吧。是。在另一处神山之上，武灵手链还是送出去了吗？主人又开始莫名激动了，果然是想女儿想疯了吧？可惜打了几百年的光棍的人，非说自己应该是有个女儿的，也不知是什么毛病。顾家，父亲，不行了，我等不住了，我要去灵兽谷。灵兽谷是什么地方？你说想进去就能进去？不许捣乱，你给我好好待在家里。姑姑，灵兽谷都是一群不讲道理的，咱们硬闯也闯不进去的。我已经叫人去轮回殿了，相信很快就有消息了。不行，我得自己去。门口就突然传来了吵吵嚷嚷的声音。乖乖，
落点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好好用我给你的灵宝，一记我进不去，只能靠你自己了。我从来都是靠自己。落井轻香一声，直接就飞走了。乖乖，你可吓死娘亲了，娘亲差点以为你又不见了。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对了，娘亲，你知不知道遗迹的事情？怎么，落井那小子都和你说了？白皇点头。遗迹的封印十分强大，玄师以上都不能进去，也就是说，家族也好，皇室也好，都只能派遣一些十分厉害的小辈进去。不过这一次还有一方势力也要加入进来。爷爷，是宗玄盟吗？听说宗玄盟这次会派几个弟子过来，你消息倒是灵通啊。白皇丫头，爷爷也不瞒着你，宗玄盟的弟子性情诡异，且自视甚高，天赋卓越者更是不少。而且早年的时候，顾家和宗玄盟曾经对立过，我怕你们要是进去的话，我自己做出的决定，自己会负责，而且我有非去不可的理由。顾老爷子与他对视了有足足半分钟。哎，你这倔丫头，行吧，我顾家有2个名额，你去便去吧。左右顾柔他们实力也不够。爷爷，你是不是忘了我呀？我也要去啊！去，死在里头了，还得我老头子给你收尸。爷爷，有驯兽师能修炼的玄技吗？有倒是有，不过你是驯兽师，你战斗力这么强就算了，你居然还是一个驯兽师，你还是正常人吗？你现在是2级驯兽师，是灵兽谷的那棵灵榕树帮我引脉的。好，他可是6阶木系灵兽，相当于人类的玄王的强者了。走，我这就带你去把玄技找来，还有半个月的时候封印就打开了，你和小尔接下来都跟着我一块儿修炼，再把实力提一提，就能多一重保障。家主，不好了，有几个人来闹事，非说要见白皇小姐。谁要见我？说是宗玄盟的人。走，出去看看。喂，叫你们那个白皇出来，我们有事情和他说。我们可不是来闹事的，是来做善事的。龙记，怎么是你？顾萧，你也回来了？哪个是白皇？白皇冷眼瞧着他。看来你就是白皇了，果然和外面形容的很像，那眼神就跟条小疯狗似的。顾念慈眼神一寒，就要动手。别动手，传出去说我们以大欺小。你忘记了，咱们家这群小子里最不好惹的就是他口中的这条小疯狗了。我来也不是为了别的事情，只是我们玄盟的3长老说了，他听说了你的天赋，让我们回去的时候顺带带上你一起，你也就勉强够格入我宗玄盟，感激涕零的接受吧。也不知道3长老是怎么想的，居然你这样的也看得上。要不是这2年我玄盟的收人门槛变低了，你还真不一定能进得来。毕竟是一个不知道打哪儿来的野丫头。那按照你的意思，我需不需要3跪9叩领旨谢恩？算你识相。啊！我还没点头答应你呢，你怎么还给我跪下了？你们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脸不要脸！玄盟的小狗仔，少来我顾府乱吠，滚！顾家人真是厉害了，以大欺小，还那般不要脸。你进遗迹的时候就祈祷别碰见我们啊，不然定饶不了你。我们走。剩下的几个弟子也赶紧跟在他屁股后面走了。爷爷，在遗迹里，若是出了事情怎么办？生死自负。那就好，毕竟进去这么多人，有那么几个人走不出来，也实在是太正常了。你们说是吧？小心一些就行。白皇很快就拿到了驯兽师可用的玄技，黄阶上品驯兽玄技。半个月要修炼成黄阶上品的玄技，还是有些勉强。不如先看一看武灵手链。神识一沉入，白皇就被里面的场景给惊呆了。白白，你看这里好大啊！现在白白的实力还太弱了，等白白成为高阶的驯兽师了，那些白雾就会散开了。这里的土可好了，可以用来种灵树。他试着修炼了好一会儿，便发现体内第3颗珠子居然缓缓地转变为了木系的青绿色。难怪这段时间我总感觉用冰系玄力更顺手一些，原来这还和我自己的修炼吸取的玄力多少有关系。看来想要武系均衡发展，剩下几个系的玄力也不能漏掉，都要修炼。他在木灵石里整整修炼了1日，但是神识一撤出之后才发现，明明在木灵石里过了1天了，但是实际上居然只过了2个时辰。白白，怎么了？我感应到成长型灵兽幼崽的气息了，是火系的。在哪儿？我也感应的不是很清楚，
但是我能感应到他的生命气息非常微弱，而且处在一个非常强大的封印里。难道是天玄皇宫的遗迹？应该没错了。白白，这只幼崽可能养不活，不过如果捡回来养不活的话，咱们蒸了吃了也是大补的。听说幼崽蛋可好吃。白黄懒得搭理他，心中却越发坚定自己要去遗迹的决心。本来还害怕时间不够，但现在有了武灵手链这个作弊器，他就能放开手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。白黄将神识从木灵石里退了出来，这半个月的时间都是在木灵石里过的，他要好好的休息一阵。嘘，是我，你乖一些我就松开手。白黄眼神一变，猛地就一口咬上他的手。你松开！白黄咬得更狠了。你再不松口，我就扒你衣服了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想进来就进来了，先别急着生气，我是来和你谈一笔交易的。哼，什么交易？这个给你，我可以直接让你找到里面的各种宝物，告知你他们的方位，但是我进不去，所以我要你帮我带出里面的一件东西，这个交易如何？交易是不错，不过你这鬼玩意儿贴我脸上是什么意思？给你的聘礼。白黄整张脸都要黑透了。这是给你的保命符，你要是敢把这个丢了，看我会不会善罢甘休。行了，东西我收下了，你滚蛋。白黄，你可别死在里面了。我一定比你活得更久。那倒也是，毕竟祸害1000年。哼，有翅膀了不起啊，到时候我把风系的学起来，还可以在翅膀上加上火系甚至是雷系的元素，比你的好看多了。喂，白黄，走了，你不会还在睡吧？白黄面无表情地打开门。你就这样去啊？爷爷和我说你这半个月一直都在自己闭关修炼，你行不行啊？我可是将玄技又修炼得更加纯熟了啊！你可别扯我的后腿。哎，我和你说话呢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？爷爷，我们走了。父亲，上次那位三长老，莫非是当年被我大哥弄掉一臂的人？他宗玄蒙忍了这么多年，怕是也到极限了。行了大概有半日左右的时间，白黄和顾萧来到了遗迹之外。这么多人，挺好的，我就喜欢热闹。白黄，花家的小美人，好久不见啊！顾萧，看来上次被白黄打得如同死狗一样的惨状，你倒是一点都不觉得羞耻，居然还敢出现在这里。你输给我那么多次，不也还好吃好喝的吗？你们都在啊？你们都在呀？你就是白黄吧？上次宫宴不是见过了，需要我再告诉你一遍我的名字？人人都说你脾气不好，果然如此。大冬天的，你又不是冰系玄力，就别扇扇子了吧。还有，你身上的脂粉香太重了，离我远点。上官明的扇子扇不动了，整个人看起来无比诡异。哥哥，你和这种野丫头废什么话？什么？白狗居然也来了？白文笑，过来，去给我找水来，我鞋子都脏了。哼，看什么看？快去，不然回去之后我就让母亲剥了你的皮。白文笑木然地转过头，往水塘那边去了。大家都在这里啊，如此我们便一起进去如何？也好，咱们一块儿。那些小族势力必定翻不起什么浪花，咱们这些人之中，凤玉哥哥实力最高，凤玉哥哥便是咱们的首领了吧？我似乎并没有说过要和你们一起吧？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再说了，玉哥哥也没说要带上你，是吧？玉哥哥，白黄他都不稀罕咱们了，咱们也别带着他，他竟然那么厉害，就随他去。自己一个人进遗迹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，是吗？我这人就不爱跟聪明人玩，诸位随意。白黄，这次定要你有进无出。行了，你们好好玩，我也走了。唉，是啊，果然还是跟着白黄比较有安全感，是吧？你疯了吧？我会选他？这么好的地方，自然是我自己一个人比较好，不然若是得到了什么宝物，又该怎么分呢？花家和上官家的人一下子就脸色难看了起来。白黄还围着遗迹的四周在转悠。那个陆九不会是骗咱们的吧？主人，他没有告诉你该怎么走，怎么去找那些宝物。突然脚下开始剧烈的震颤，一个裹着巨大金光的殿宇从地底深处直接冲破黑暗，重新展露在阳光底下。开了开了，封印解开了，快冲进去！玄黄的遗迹啊，说不定会有天机灵宝和玄技功法也说不定。无数的人往遗迹里面涌进去。白白，进去吗？进去。遇到危险怎么办？那就直接破开它。而当他迈步进遗迹的时候，自己的眼前居然出现了一大片类似于地图一样的东西，高阶的草药，高阶的灵宝，高阶的功法玄技，在里面都能看见。而最中央有一个红色的点，不断的冒着红光，看来这就是落井要我帮他带的东西了。白白，我找到地流伤玄浆了。
在西南侧的一处洞穴里，我们去看看。白皇现在哪里顾得上帮洛景找东西，当然是先找普普的地流生玄浆。白皇已经落后了不少，正往西南一处赶过去，突然就听见了前面传来的阵阵惊叫声。啊！救救我！我还年轻，不想死啊！喂，你快救救大家呀！把这些东西都射死啊！不对，你先救我，我还年轻，我不想死。你不想死，和你年轻有什么关系？难道年纪大的人死了也没关系？你是这个意思吗？你是要见死不救？你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！既然你来了这里，就要为自己负责才是。你们也都不是孩子了，咬牙拼出一条血路吧。你会遭报应的，你见死不救，一定会死得比我们更难看的。仿佛是为了印证这句话，白皇正苦恼，明明已经找到了地流生玄浆的所在地，怎么还是不见东西呢？旁边突然冲出来一道火刃，白皇侧身避开，直接跌落了下去。去死吧，白皇！喂，你救救我们！这些人真是够烦的，玄师的实力都没有就敢来送死。诸位坚持住，我马上就来救你们。玉哥哥，我来帮你。白皇一路往下坠，直到狠狠地摔在了地上。白白，快躲开！我说怎么找都找不到，原来是藏在地下深处。等我解决了你，拿到东西，再上去找他算账也不迟。白白，你小心一些，这是3阶灵兽，双火蟒蛟，身上有非常稀薄的龙脉，虽然稀薄，但也让它比寻常的3阶灵兽要强上许多。别人说你有龙脉，你就以为你真的是龙了不成？腰疼，束缚，就是现在！白白，无数的木系灵力直接奔涌沸腾，在半空之中凝出了一张巨大的网。尝尝这藤妖网的滋味，双火蛟蟒被捆了一个结结实实，不论双火蟒蛟怎么闹腾，都没有办法解开这个束缚。藤妖网收！本来还乖乖的藤妖网，立刻就像是变成了锋锐的钢刀，不断的收缩变小，最终在白皇又一波的冰针下，彻底的散尽生机。白皇迈过他破碎的不成样子的尸体，直接摘下了那个已经彻底成熟的金葫芦，噗噗一口就将整个葫芦里的地流生玄浆给喝光了。随后绿团子居然变成了一个红团子。白白，我觉得有点头晕。哎呦，白白，你怎么还乱动呢？有好几个白白呢。喝这东西还能喝醉？白白你放心，如果我父亲他们找人来抓我，我一定保护好你，一定。说完，他就沉沉地睡了过去，而在他的身上居然冒出了无数的绿色光丝。白皇便直接盘腿坐在了他面前，大概半个时辰，哎呀！而白皇则是惊讶地发现，他的第3根驯兽师灵脉亮了。白白，我到3阶了，而且我的伤也全都好了。洞口外，凤玉脸色青黑，玉哥哥，别等了，这里面有一只很凶残的灵兽，它肯定是死在里面。白珠满脸惊讶的后退了一步。白皇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会掉进山洞里的？玉哥哥，白皇他肯定是累了，你别问这么多，你先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吧。我怎么掉下去的？这要问问你的未婚妻。猪猪一直都在我身边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行了，让开。白皇，你和我们一起走吧，你一个人走在遗迹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白皇淡漠地看向他拽着自己的手，凤玉只觉得他眼神里都冒着嗖嗖的寒意。玉哥哥，我的手好疼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受伤了？白皇脑海之中突然闪过几个片段，在一处小小的庭院里，穿着宝蓝色小袍子的半大少年捧着他的手。原来小时候他和凤玉曾经在白家见过一次，当时他身上还有被丫鬟打出来的伤口，小少年温和心切，帮他疗伤，一来二去，两人就熟悉了起来。他说他是白家的孩子，是白夫人的女儿。不过后来有一次他去白家的事情被白夫人发现了，差点将他的腿打断之后，他就再也不能去白家了，也明白了自己不可以说自己是白家的孩子。哼，毕竟他也不是原来那个白皇了，真正的白皇已经死了。凤玉帮白珠处理完手上一道小伤口，却已经发现白皇不见了。白珠见他一脸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不由得暗自咬紧了唇。玉哥哥，白文孝怎么这么久还不回来？我出去看看。白珠抿唇说完就往外面跑去。
灵兽肉，灵兽肉！你不是木系的灵兽吗？怎么还能吃肉？我和那群资质平庸的木系灵兽能一样吗？我可是很厉害的。行，你厉害，你最厉害了。你不信是吧？要不要展示一下我的新能力给你看？我告诉你，我的新天赋……婆婆话还没说完，就猛地被塞了一口肉。快吃吧，吃完我们去找你说的那个灵兽蛋。婆婆嚼着口中香喷喷的烤肉，顿时什么都忘记了。白皇，你居然没死！之前推我的人是你吧？是我又怎么样？白皇，为什么你要处处和我作对？本来该是我的荣耀和风光，居然都被你这个野种给抢走了。我才是白家的女儿，白家家主唯一的女儿，未来也是白家的继承人。你一个顾家疯婆娘从外面捡回来的野种，如何敢跟我相提并论？只要你死了，我便还是最耀眼的那一个。只要你不在，母亲和玉哥哥都会将目光重新投在我的身上。想要我性命的人很多，你可以来试试看。哼，谁说我要自己来取了？白文笑从阴阳处缓缓走出一个僵直的身影，给我杀了他！白皇，他可是玄师巅峰的实力，今天我一定要剥下你的皮来解恨！白文笑麻木地看向白皇，却在看清他相貌的那一刻，他浑身开始发抖。你快点呐，不然回去我就告诉母亲你不听我的话。笑哥哥，到我这儿来好吗？白皇，你是脑子坏了吧？这人可是除了我母亲的命令，谁的命令都不会听的。喂，丑八怪，你在犹豫什么？快去杀了他！笑哥哥，你还记得我吗？那年你被他带走，我很担心你，怕再也见不到你了。白文笑整个人的玄力暴动，眼底变得一片赤红，他猛地伸出双臂抱住了白文笑。皇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丑八怪，你敢不听我的命令，信不信我？白文笑突然转身，直接掐住了白珠的脖子。杀！不可能！为什么觉得我不该认识他？你知道白文笑他在被白夫人带走训练之前是怎么过的日子吗？他是被扔在一个暗无天日的仓库里，和白夫人的私生女一起，如同猪狗一样被养着的。你胡说！我才是娘亲的女儿，哪里来的私生女？笑哥哥，放他下来。白文笑听话地松开了手。你算是哪门子的白家人？不过就是一个白夫人利用的棋子，只不过是因为白夫人的私生女是个废物，她不肯承认，所以当下顺势收了你而已。我不信！其实你已经有所察觉了吧？他对你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今日我找回了笑哥哥，心情好，不和你计较，你滚吧。白珠想起他的话，难道白皇才是真正的白家人？不，他才是白家的孩子，只能有他一个。去死吧，白皇！白皇比他更快。看吧，小哥哥，我就说他不会乖乖走人的。是啊，他原本就没打算放过白珠。皇，笑哥哥，跟我走好吗？白文笑点头。婆婆，感应一下灵兽蛋的气息。马上就要出来了，不过好像还有别的气息。什么意思？猛地一道光束就从天空之上投下来，麻烦！快走，拜拜！那就是灵兽蛋，它要破壳了，所有人都会去抢的，迟了就没了。白皇二话不说，拉着白文笑就使劲地开始往前奔跑。唰啦一声，冰针！凤玉，猪猪是不是你杀的？不是，我不信，白文笑是白夫人派来保护猪猪的，为什么和你在一起？我俩看对眼了，行不行？有什么事情等会儿再说，我赶时间。水灵阵，皇直接对着凤玉冲杀了过去。凤玉的水灵阵乃是玄阶下品的玄技，凭着现在白皇的实力，是无论如何都挣脱不开的。拜拜，小心！白皇一扭头，却发现自己身上的冰系玄力，还有凤玉身上的水系玄力，突然像是被什么东西牵引着，全都飘荡到了不远处一个不起眼的小墓碑上。100年了，终于有水系的孩子来了。不，我不是水系的。只剩下白文笑，他孤零零地站在原地，对白皇他们来说，不过就是短短几瞬的时间，脚下站着的地方就大变样了。白白，你后退，我来对付他。放心，我不会再给他凝聚水阵的机会了。不过显然，凤玉现在没时间去找他的麻烦。白白，我感应到了灵兽蛋的气息了，这里好像还有一条近道呢。你来指路，我们过去。小女娃，你不帮帮他吗？谁？我名为清水道人，等了数百年，才等到你们2个水系的小娃娃。其实您老仔细看看，外面有很多水系的小娃娃，我还有事，失陪。回来，
白黄猛地被吸了回去，规规矩矩地站好，动都动不了。你难道就是这个遗迹的主人？呸！我才不是那老匹夫。小娃娃，你怎么从刚刚开始说话就不讨我欢心呢？老夫我如今也只剩下一缕神念，我也知道你们来这里是为了什么，不就是想要老匹夫的传承之物？你们两个小娃娃自己选，是要我老人家的绝学，还是那老匹夫的？你先来说，你的天赋比那男娃娃好一些，若是你想要，老夫就都给你，如何？其实我是冰系天赋的，老爷子，咱们两个不合适。虽然咱们两个做不成你好我好的师徒，但是这位才是实打实的水系天赋。你看看这身段，你再看看这脸蛋，实在不行，你看看他的天赋。实不相瞒，刚才在外面，我可是被他打得落花流水。天凤皇家出品，质量童叟无欺。实在不行，你看看这腰身吧，男人嘛，还是得看腰。清水道人的脸色彻底的黑透了。男娃娃怎么样？抱歉，我已经有师傅了。凤玉，你这个二傻子，倔驴！老前辈找你那是看得起你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前辈可是玄黄强者，这是你捡了大便宜，知道吗？够了，两个不知好歹的小鬼，本来还想让你们舒服点死去，好不容易有人破了这里的封印进来了，我挑中了你们两个的肉身，那是你们的运气。哼，你是邪道人！哼，小娃娃，拿命来！陆景，挂在他腰间的翠玉猛地亮了起来。洛景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哼，一个小小玄王也敢和玄黄强者叫板？玄黄，你也配？不过就是一缕没有消散的神识罢了。我还以为你能再多撑一会儿呢，没想到这么快就用上我了。我可真担心你能不能顺利的从这里活着出去呢。这翠玉只能用这一次，你既然是一缕元神，那就是说很快就会消散。是啊，怎么舍不得我？去你的！你会消散，你不早点说？我先走一步，你顶住！臭不要脸的小丫头！清水道人恨他搅和了自己的夺舍大计，立刻就跟他动手起来。整个通道都发出巨响，摇晃起来，不知道去外面打啊！白黄停下了脚步。我是不会向一个心如蛇蝎女人求救的，我不用你帮忙。话都没说完，就看见白黄越过了自己，径直走向了墙壁。哼，里面是空的。很快他就在墙壁上摸到了一处凸起，太好了，一道暗门打开，露出里面黑漆漆的通道。白黄正要进去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转身看向了凤玉。你不用管我，你杀了猪猪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这里的寒气对你影响很大，你还能走吗？与你何干？白黄没有去救他，他直接拿出了冰弓，凝出了冰剑，冰冷的剑尖直指凤玉。我这人向来信奉斩草除根，白猪是我杀的，可你不问青红皂白就对我一路纠缠，让我陷入了玄黄强者的追杀之中，这笔账又该怎么算？你和白猪都一样，自诩高贵，你们的命是命，我的就不是了。他杀我可以，我宰了他就不行。既然今日已经宰了他，再多你一个我也不介意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猪猪生性善良，我们从小就认识，很清楚他的为人，他不可能对你痛下杀手，肯定是你误会了。从小就认识，他为那个小小的白黄感到不值得，儿时最珍贵的小哥哥居然眼瞎到连他的脸都认不出来了。行吧，那就当这是一场美丽的误会吧。为了防止你出去以后给我找麻烦，我只能现在就处理了你。不，彻底的晕死了过去。白白为什么不射在心口直接杀了他？白黄走出去将人拖进来。杀了他，我也没把握能将自己摘出去，谁知道皇室有没有办法找到我身上来？白猪死就死了，但他不一样，我看他不爽，所以吓吓他罢了。那他出去之后乱说可怎么好？到时候肯定会为了那个白猪来对付你的。我敢把他带出去，就有我自己的办法。白黄先将人移到了他的武灵手链里。走，先去找灵兽蛋。他匆匆往里面赶去。白白，你看前面，直接就跳到了面前的一处池水之中。这里倒是古怪的很。在中央处看见了一个高耸上去的岩石台，台上放着的一颗红色的蛋，腰疼，将那颗蛋直接缠绕了进来。咦，这蛋是死了吗？你这么晃，把它晃晕了可怎么好？哼，我就知道你有了外面的小妖精之后就不喜欢我了，就是一个死蛋，死蛋！别闹了，普普气鼓鼓地转过身去，不理他。白黄摸着蛋，努力感应着蛋里面的生命气息，怎么会什么气息都没有？什么？费了这么大劲儿，居然是一颗死蛋，干脆煮了算了。
普普咽了一口口水，好歹也是一只成长型的灵兽，吃了应该会对咱们有好处，再加点佐料，汤也可以喝的。这魔鬼一样的主宠二人，你一句我一句，锅中那颗死蛋像是听懂了他们的话，猛地颤动了一下。普普一见他居然动了，立马拿出了锅盖，一盖子盖了下去，还死死地按住。怎么了？啊，盖上锅盖熟得快啊！这个小妖精绝对不能留在白白身边，还是一颗蛋呢。刚才白白就这么维护他，要是孵出来了，可怎么好？被闷在锅中的蛋很是着急，猛地跳动了起来，哐当一声砸在锅盖上。白皇立刻打开盖子，娘亲，臭不要脸，谁是你娘亲？白白是我的哥哥。普普，这是什么灵兽？不知道，没见过，不过天赋也不错吧，是个成长型的火系灵兽，以后就叫你汤汤吧。汤汤很高兴地扑腾着自己的翅膀。汤汤，你要跟我走吗？汤汤身上冒着红光，凝成一个小小的阵法，不容他多看，阵法已经飘荡着落在了他的眉心。咦，这小家伙居然也会这么古老的契约术啊！这小家伙倒是聪明，直接选了跟你同心同体，知道你是3级的驯兽师，用同心契约，他就能一举从出生的幼兽变成3级的灵兽了。他本来应该是一个高阶灵兽，甚至应该是凤凰一族的，跟着我倒是委屈你了。娘亲，不委屈，我想睡觉。他要升阶了，快把他放到火灵石里面去。白皇签订了火系的契约兽，自然就能打开火系的灵石。汤汤显然很喜欢这里，立刻就将自己抛在了岩浆里。白皇见他自己开始努力的准备升阶了，也急忙从火灵石里退出去。外面的争斗声越来越大了，腰间的翠玉却砰的一声炸裂开来，彻底的报废了。看来是落井内司的元神消失了。白皇怕那个清水道人追上来，连忙从暗道里面找到了一个小出口，跑了出去，一路飞奔往最终目的地的小红点处跑去。落井真是麻烦，一脚迈进最终的大厅里，一打开门就看见了不少熟悉的脸。白皇，混小子，你没看见他衣服吗？白珠那个废物，不是说要暗中解决他的吗？真是没用。白皇没搭理这些人，直接往大厅深处走。别去了，我们都四处查看过了，没有东西。别管他，不识好人心。可是那里面是……别碰我！哥几个，这妞平常被3长老宠着，你们可要想好了呀！你个混小子说的什么话？不过就是一个没什么天赋的女人，我看3长老对她好，多半也是这下贱女人出卖了自己的身子，讨长老欢心的吧？救救我！你帮帮我！求求你，救救我！哟，这不是顾家的天才小姐吗？哥几个，住手！正愁一个不够分呢，这就又来了一个。龙基大哥，要不这女人留给你？顾萧呢？怎么没跟你边上？是不是怕带着你被我们给盯上？这次可没顾家老不死的护着你了。你跪下给我磕3个头，然后自废玄力，说不定我会原谅你。这4个人交给你了，腰疼。斩了这些妖藤！哼，你和我小师妹素不相识，居然愿意救她。我欺负你们和她没有任何关系。说来也巧，我正打算找你们，你们自己就撞上来了。你找死！黄阶下品玄技雷灵落！小灵兽，你家主人死定了！我们老大可是8星的玄师强者，定把你主人劈得半死了。切，就你们老大那样的，给我家白白贴裙角都不配！我呸！白皇，你非要和我战斗，这就是你下场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断体之术？顾家只有雷系的断体之术，你是冰系的，从何处学来的？哼，你没有，不代表别人也没有。把你最强的手段施展出来吧，不然你就没有机会了。雷龙，白皇，好好尝尝我们宗玄盟的绝学。去，给我咬断了这个女人的脖子！别呀，老大，我们还想尝尝鲜呢。给我破！龙迹被反噬，猛地吐出一口血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可是8星玄师。白皇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他的身旁，咔嚓一声，白皇的拳头就如同雨点一样落下来，每一拳都相当于一个黄阶下品玄技。他每拳落下都溅出几滴血滴，溅在他身上、脸上、衣服上，而龙迹的气息则是变得越来越微弱。来，下一个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进去看看。傻小子，你真当白皇会喜欢你不成？你知不知道他们顾家的人已经得罪了宗玄盟的人？我来看看你，我听见有哭声，还以为你没事吧？这傻小子担心你，所以过来看看。
哭的是他，担心的话，你们带着他走吧。白皇，你想知道的我们都已经告诉你了，放过我们吧，我们再也不找你的麻烦了。白皇，别再得寸进尺了，你杀了宗学盟的人，顾家也会有麻烦的。只要你们两个不说，谁都不会知道我杀了宗学盟的人，不是吗？花妙语有一种白皇真的会杀了自己灭口的想法。这几个人要放，还是不管他们？就随你们，杀了他们，我还嫌脏了自己的手啊！太可惜了，那花家两个人进来的真不是时候，不然咱们就把他们解决掉了。不急，总会有机会的。出来！我叫程洋洋，谢谢你救了我，你是好人。我没有救你，也不是好人。你其实是一个很温柔的人，我能感觉得到。我能跟着你一起走吗？我那些师兄不会放过我的，回去之后有长老护着我，我就不怕他们了。我可以帮忙的。你认识顾萧吗？认识，那本来也是我们宗学盟的弟子。顾萧师兄到我们宗学盟的时候，顾家和我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。不过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了，我们三长老的女儿喜欢顾萧师兄的父亲，就将顾萧师兄的母亲给杀了。结果顾萧父亲找上我们宗学盟，杀了三长老的女儿，和三长老闹了个两败俱伤，两人各断一臂。最后顾家在我们宗学盟的逼迫下喘不过气，顾萧的父亲就自己脱离了顾家。顾萧师兄知道之后就离开了宗学盟，现在是我们宗学盟的人为死敌呢。你倒是不害怕，我也是顾家的人，你怎么不怕我杀了你？你不会，你是一个好人。好人坏人可不是这个小公主一张嘴就能界定的。到了，你站着等我，我进去看看。程洋洋很乖地应了下来。白皇走到最里面，用手开始触摸，有了，他迅速地将那一小把钥匙收起来。你出来了，我刚才听见外面有声音，没敢过去看。白皇皱眉，直接往外面走去，走出一段却闻见了浓重的血腥味。快抓住他！这个疯子就是他杀了宗学盟的人。白姐都说了，这人生出来就是被诅咒的，定是他发狂才杀了这些宗学盟的弟子。皇，哪里？定是他杀了人，大家都看见了。宗学盟的人出事和咱们可没关系，都是这个白家的丑八怪干的。灵儿姑娘说的对，咱们都是正道人，怎么会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？依我看，还是把这个得了失心疯的丑巫绑起来，交由宗学盟的人处置。谁？白皇？顾家白皇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是在帮宗学盟的弟子们惩治杀害他们的真凶。白皇，你出来做什么？这件事情大家都亲眼看见了，你就别瞎掺和。我倒是不知道宗学盟什么时候居然养了这么多的狗，主人一死，狗儿们就汪汪的叫着以表忠心，生怕主人不知道吗？白皇，你这话太猖狂了吧，大家也都是好心。好心？我看你们是害怕，听见宗学盟两个字就怕得发抖了吧？你们是亲眼看见他将这些人的脑袋砍下了？我们不需要亲眼看见，反正这里除了他之外没有别的人了，除了他还能有谁？笑哥哥，你杀他们了？皇，没杀，没有。好，我信你。白皇，你是疯了吧？居然去相信这样一个怪物？他有一颗赤诚的心，反倒是你们，我看你们一个个心底都住着怪物，可悲得很。哼，那么说你是要包庇这个怪物了？说起来，凭这个怪物自己也做不到灭了这许多弟子，肯定是有帮手的。对，白皇肯定是帮凶，没错，把他一起抓起来。白皇满不在意，直接将冰宫召唤了出来。今日将算是伤痕累累，他也要带着白文孝出去。轰隆一声巨响，整个大殿突然颤动了起来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白文孝立刻就将白皇拉到了自己身后。危险！藏在白皇袖口里的钥匙突然开始发热，巨大的门从缝隙里缓缓升起，咚咚咚，钟声响起，悠远浩大。一个巨大的红色光照猛地将整个大殿给扣住，无数鲜血一般的红焰冒出，在大门顶上汇成一个巨大的火球。一方红袍随着热浪亮开，一个男人出现在众人面前。前辈，不知前辈是哪位英雄强者？不知我等何处得罪前辈了？我乃此地主人炎黄。炎黄前辈，我等误入此处，还望前辈不要与我等小辈计较。误入？你倒是会说话。我一向来都喜欢勇气心智比常人更厉害的小辈。啊！好烫！前辈饶了我吧，救救我！灵儿，救救我！哥哥，我也没办法。火焰逐渐燃烧上他的声带，最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，在地上翻滚了2下就不动了。哥哥，我喜欢有勇有谋的人，但我不喜欢自作聪明的人。一群毛都没长齐的臭小子，
就算本皇如今是一缕元神了，也不是你们这样的货色能够糊弄的。你们来这里，不就是为了看看能不能得到我的传承吗？怎么，不想要？袖口的钥匙变得越发滚烫。他抬眼，在炎黄站着的那扇巨门下，看见了一个小小的钥匙孔。前辈的传承，自然是想要的。白皇，快回来，你不要命了！炎黄冷笑一声，几缕火焰猛地对着白皇就冲杀了过去。白皇浑身汗毛都立了起来，全身玄力不要命的输出，冰甲覆盖全身，一层又一层的寒冰直接在他面前立起了厚厚的墙壁。冰系，你这小鬼倒是有些意思。皇，你是冰系天赋，也想要我的传承？就算你拿了，又有什么用？就算我不是火系又如何？那么试问前辈，你觉得在场的这些人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人配得上你引以为傲的毕生绝学吗？在场的所有人都死死地咬着牙，敢怒不敢言。看吧，这就是一群被我指着鼻子骂也不敢还嘴的人。哈哈哈哈！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那本皇就和你玩个游戏。小鬼们，你们听好，在场的不论是谁，只要能杀了这个小丫头，本皇就传承给他，如何？白皇顿时感受到了数十道凶狠不已的目光，花妙已退后了一步，他直接弃权。花城想说什么，却在周围几十道威压和杀意之下，最终缩回了脚步。你的选择是对的，这一次是白皇猖狂了。白皇，你刚才不是说得很开心吗？不然你就当着我们大家的面再说一遍，谁是废物啊？听别人说你是废物，就这么让你开心？要战就战，废话那么多做什么？我白皇从来没有怕过谁，废物聚的再多，也只是一个废物和一堆废物的区别。娘的，我忍不住了，我要撕了他的嘴，都给老子上！众人暴喝一声，各种颜色的玄力和玄技混杂在一起，虽然都是低阶的玄技，且这些人的实力也不高，但几十个人加起来，对白皇来说还是犹如一招招的催命符迎面而来。让我成功吧，一定要成功！黄阶上品玄冰剑，固系玄力全开！一柄巨大的玄冰剑缓缓地在他背后凝出。等白皇被众人打得奄奄一息的时候，他就趁机给他最后一击。至于传承，我会帮你好好用起来的。杀了他！传承是我的，不能让白皇活着出去。花城脸色铁青，脚步抬起又放下。他输了，纵然用出了黄阶上品玄技，但这又怎么会是数十个人的对手？好好的一个天才，难道今日真的要夭折在这里了吗？白皇输了，他输了，传承是我的了。一场闹剧，愚者愚昧且不自知。白皇，你听见了吗？前辈说你愚昧蠢笨且不自知呢。他说的蠢货是你们。哼，死到临头不自知。白皇，我看你是得了失心疯吧？你要是自扇巴掌扇到我们满意了，然后再大喊100声我白皇是废物猪狗不如，我们就考虑放了你，如何？炎黄无奈摇头，白皇双腿无力，一时间根本站不起来。你倒是给自己挑了个好姿势，这样死去倒也不难看。藤妖王，什么东西啊？我出不去了，这玩意儿怎么用我的火都烧不断，我的雷也不行。哼，你们真以为我主人乖乖站着让你们打？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？不过是为了弄这些藤妖王分不了心神罢了。行了，现在就让咱们一起来好好的算算账。炎黄饶有兴趣地看着底下的这一幕，这个叫做白黄的小丫头实在是很大胆。如果刚才速度再慢一些，她的藤妖网就做不出来。而那时候浪费了大量玄力，且又被他们这些人所重伤的话，就真的是死路一条了。白白，我现在是3阶了，藤妖王也升级了，让我来给你演示一下藤妖王。我别，手要被绞断了！不，白皇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我看你这个女人，真的是还没有看清楚你现在的境地是吧？藤妖王。收！无数的利刺从藤上冒出来，直接刺入了众人的身体。怎么回事啊？我身上的玄力，这东西会吸我身上的玄力！白皇猛地浑身一震，无数精纯的各系玄力都反馈到了他身上。白白，你看我厉不厉害？我能直接将他们身上的玄力吸收来让你用哦。不可能，你居然是驯兽师！你这样的人，怎么能是驯兽师呢？
白皇没有搭理声嘶力竭的上官灵儿，而是直接拿出了冰弓，搭上冰剑。刚才是你说要我自扇巴掌？不，是我是废物，我猪狗不如。哼，那么你呢？你别杀我，是我不好，我再也不敢跟你作对了。是我废物，是我垃圾。是吗？那你说我应该杀谁？杀别人，杀那些骂过你的人。我可没有骂过你啊！张大麻子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你做人的骨气呢？亲娘嘞，你吃我干什么？不是我真的没有说你不好，就是形势所迫啊。那么说，我第一个该杀的是你了。你们都说你们不该死，你们有1000种100种理由不去死。前辈，如此看来，该死的是你吧？白皇，你到底清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？做我心中想做的事情。他凭什么高高在上的制定规则？没人可以决定我的生死，也无人会左右我的思想。我就是不想听你的话，又如何？再说了，你说你是炎黄，你就真的是了？你真的是这处遗迹的主人吗？你找死？你知不知道，我动手指头就能杀了你？以前和我说这些话的人，早就死在了我前头。反正我这条命也是捡来的，你要是拿得去，就来拿。白皇，难不成他以为自己解决了这么多人，就能直接和炎黄强者叫板了不成？这种低阶妖汤，与我不过就是动手指头的事情。炎黄正要冷笑，却发现白皇不在刚才的位置上了。无论你从哪个方向攻向我，都是没有用。你敢？给小爷我开！无数的金色烈焰从里面冒出来，唰的一下就将白皇整个人都给包裹住了。糟了，那个该死的丫头怎么会有钥匙？给我出来！噗噗，一根腰藤将还在下面的白吻笑卷起来。咚咚，2声急促的钟声响起，炎黄的脚步顿时停住，而这一小会儿的迟疑，直接就导致了白黄3人迅速的被吸入门内。我不信，你连死了都还要压着我，我不服，我不甘心。大门却依旧纹丝不动。白黄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就发觉自己坠入了一处炽热的火山山脉之上。娘亲！白黄立刻就将他从火灵石里面放了出来。娘亲，这里好舒服啊，正适合娘亲修炼呢。我原本以为这里会有一记娘亲的传承，但是好像就只是一处异空间。娘亲，你是怎么知道刚才外面那个人不是娘亲的？猜的。她若真的是遗迹的娘亲，又为什么要弄个结界的罩子把我们都罩住？娘亲，这里可是很适合修炼的异空间，是没有时间差异的，你可以在这里修炼到你满意为止。白黄猛地瞪大了眼睛，无视时间差异。哼，我带娘亲去火系旋律最浓郁的地方。娘亲快上来！白黄在以前那个世界也没少坐飞机，但是等汤汤终于带着他和白文笑飞上天空，他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实在是太大。汤汤带着他来到了一处火山口上，直接就俯冲了下去。白黄只觉得随着冲下去的同时，自己像是掉进了一个有着粘稠池水的塘里。汤汤却一蹦一跳的很高兴，自顾自地挑了一块不那么硌屁股的地方，开始吸收那些浓稠的火系旋律了。白文笑也马上进入了状态。白黄见他们都开始了，自己也马上坐下来开始吸收。异空间里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，两人一兽也不知这样盘腿坐了多久，身上都落上了一层灰尘了。白文笑先有了动静，浑身开始冒出无数的火焰来，这是要突破了。而白黄此刻也正满头大汗，身上的火系旋律已经浓郁到了某种程度，还来不及惊讶，他就看见自己的体内终于出现了第5颗玄珠。白黄松了一口气，继续源源不断地吸收着外面的火系旋律，他要再接再厉，争取再弄一颗火玄珠出来。2道飓风呜呜的，连带着地表上居然都有些松动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破土而出。白黄和白文笑浑然不觉，修炼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时间又一日日的过去，白黄都不知道自己浑浑噩噩的修炼了多久，只是机械一样的在压缩吸收。白文笑也终于进入了最后一步，咔嚓，很快他就看见第6颗珠子缓缓成型。6星玄师，再让我碰见外面那群人，必定不会像之前那样狼狈不堪了。娘亲，怎么了？你们2个？皇，下面。咚咚，什么玩意儿？咯吱
咯吱，一个身影坐起来。炎黄，黄，危险！你怎么会在里面？你们从何而来？一个6星玄师，一个玄士，也敢随意踏在本皇的坟头了吗？你不是炎黄？本皇自然是炎黄。本皇想起来了，之前和心魔一战，本皇居然沉睡了这么久。你个小丫头，都没有听过本皇的名讳了？他见这个炎黄没有那种锐利的杀意和煞气，便定下心来，将外面的事情都说了。没想到我不过只是陷入了沉睡罢了，连清水道人那种老不死的都敢跳出来凑热闹。小娃娃，这次多亏你们打开了这扇门，其实这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封印。之前我怕被心魔控制，成了他的傀儡，如今我养好了伤，也是时候该和心魔做一个了断了。前辈现在就要去和心魔做个了断吗？我还有东西要找的，你能不能稍微等我一会儿？你要找什么？本皇直接送你了。在这里的西南处，不知是否有什么宝物？你等等，你要的可是这面观星通天镜？对，可以送我吗？自然，只不过这东西你说它没用，它却是个至宝；说它是个至宝，它却也没用。我拿着没用，你拿去吧。多谢前辈。小娃娃，和心魔一战，我尚且没有10分把握。我看你脾气对我胃口，我这里还有一样宝物，你敢不敢要？是什么宝物？我这一生最得意的绝学，同时也是害我滋生心魔的罪魁祸首，你敢不敢接？前辈都愿意割爱了，我自然也没有不敢接的。好，此乃我自创的玄技双生魔焰诀。何种阶别？没有阶别，因为此玄技乃是随着主人的实力增长而增长。你若只是一个玄师，他撑死了也不过只是玄阶；但你若是一个玄黄强者，那他就是天阶。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双生魔焰诀带有2个火种，一种为正道之金炎，对你不会有任何的损害；还有一种却是邪道之血炎，威力是金炎的2倍，但是它却以你心中最深处的邪念为养分成长。若是控制不住，就会像我一样滋生心魔，甚至会吞噬你的本体。你怕不怕？我这辈子谁都不怕，但我却从没有和自己敌对过。前辈，但求一试。不后悔？永不。左手凝出一缕金色的火焰，右手凝出一缕血色的火焰。你还有机会反悔，你若是现在反悔，我依然会将金炎给你。白皇淡笑不语。我懂了，你这孩子我喜欢。若是我还能活着战胜心魔，定要收你做弟子。哈哈哈哈哈！前辈将心血不计代价地传授于我，无论如何，在我心中你已经是我的师父了。说完，直接就将2个火种一同吸收入体。一瞬间，他眼前一黑，眼前的所有景物都消失了。幸会呀，白皇，心魔，心魔，暂时可以这么说吧。不过马上我就会是真正的白皇了。白皇，这还要多谢你，要不是你将火种给我送来，将我壮大，说不定我还苏醒不过来呢。明明冰剑是穿透了心魔的身体，但受伤的却是他自己。白皇，看看你狼狈的样子，我就是你自己呀！你伤我，不就是伤你自己？而且我现在是没有实体的，你伤不了我，但是我却可以杀了你。没人比我更清楚你，你白皇不就是装得比谁都有底气，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？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？哼，明明你就比谁都怕死，装什么无欲无求？明明你比谁都害怕孤单。对了，我倒是忘记了，你在这个世界好像有朋友了是吧？白皇，我看你是忘记了，换了个身体，你就以为你不是以前那个天煞孤星了吗？喜欢你的，亲近你的，最后不都不得好死了吗？小的时候在孤儿院里，大家就都不喜欢你，没有人愿意领养你。后来好不容易来人愿意要你了，却没想到他只是一个疯狂的实验者，拿你做实验体的而已。白皇脑袋传来一阵阵的眩晕，心魔的强大让他想起了内心最恐惧的事情。他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永远带着药味和手术台灯光的童年。被人领养出孤儿院的时候，他真的以为自己会有一个快乐的童年，一个完整的家，却不过是从一个孤儿院的小可怜变成了实验室里的小老鼠罢了。明明心魔都已经站起来了，
他却觉得还有人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，让他不能呼吸。不过好在你命硬，那个实验者最后还是被抓起来了。你也从小白鼠变成了一个威风凛凛的特工，但是啊，你那些朋友呢，却一个个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得善终。死得最惨的那个，我记得是你师傅吧？怎么想不开就做了特警呢？还做了卧底，结果被对方发现了，那可是真正的酷刑啊！死了之后连给他收尸的人都没有。你闭嘴，闭嘴！我凭什么闭嘴？你师父又不是我杀的，你朋友也不是我害的。你师父为了驱散这世上的恶意肮脏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还是在肆无忌惮地无视这个世界的底线？白皇啊，那些人数着沾着鲜血的钱，安稳地睡在家里的时候，不知道有没有想过，有人因为他们失去了家人朋友。你不觉得这个世界都恶心透了吗？你太善良了，但是我不一样，我会代替你把这个世界变得很干净。那些不该存活于世的人，我会一个一个料理干净。只要你愿意接纳我。再说了，我们本就是一体的，只要你不再排斥我，你也认同我说的是对的，那我就会帮你把这个世界彻底的变干净。所以接纳我好吗？我会帮你的。白皇只觉得包裹着他的鲜红色火焰无比温暖干净。睡吧，睡着了就好了，让我接管你的身体。火伤口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娘亲，你快醒醒啊！他这是开始和心魔交战了。我当年就是败给了自己的心魔，才导致了无穷无尽的后患。我娘亲一定会赢的，我娘亲的实力很强的。你错了，小鸡仔，和心魔的对抗无关实力。怎么能赢？无关实力的事情，心魔不是用玄技可以打赢的。要战胜他，唯有内心强大，直面恐惧。不好，他输给了自己的心魔。要是醒不过来，快喊他的名字，他快要被心魔吞没了。娘亲！皇！此刻的白皇昏昏沉沉的，仿佛坠入了一个又一个醒不过来的噩梦里。梦里是他师父惨死的样子，是被告知他的朋友们壮烈牺牲的样子，是捧着他们的黑白相框，想哭都哭不出来的样子。白皇，师父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而他仿佛变成了12岁那年刚被师父收养的时候。小丫头片子，还以为你今年3岁呢，赶紧给我放开！你师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个特警，你让我待在家里陪你，你怎么这么大脸呢？小丫头，只有在工作的时候，我才觉得自己是活着的。小丫头，这是梦想，你不懂。师父的笑容还未消失，画面突然就转到了那个阴雨连绵的日子。他跪在地上，看着被随意地扔在垃圾桶里的师父，他少了一只胳膊，大腿上也满是伤痕，漂亮的脸都被刮花了。雨水砸在他师父脸上，也一滴滴砸进他心底。那之后，他就变得有些暴力乖张，浑身是刺，想着就这样吧，这个世界可能本就是这么污浊不堪。师父这样的人最终都不得善终，他只觉得很累很累，倒头想睡，什么都不想管。白皇，师父，你不是死？谁死了？白皇，站起来！白皇几乎是下意识的一个鲤鱼打挺。蠢丫头，我有没有和你说过，只有我才能揍你？你看看，你都被那一个叫什么心魔，那是什么见了鬼的玩意儿？你被他压在地上揍，你脑子没事吧？是啊，他好像在和心魔战斗啊。白皇，你是我的徒弟，咱们的宗旨是什么？只能我揍别人。好，既然你还记得，赶紧去把外面那个鬼玩意儿给我收拾了，看着糟心。可是师父，你不是死了吗？呸！只要你白皇活着的一天，老娘就不会死。我不是在这儿吗？永远陪着你。白皇怔怔的，眼神却一点一点的清亮起来。滚！是。失败了，他输了，是我毁了这个孩子。不对，娘亲！炎黄猛地抬头，却看见那些血焰仿佛遇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，慌乱地开始撤退。无数的金色火焰在他身后冒出，带着他缓缓地浮空飘起。成了？不对呀，刚才那下明明是压制了血焰，应该是成功的呀，但为什么还没有醒过来？
难道没成功吗？这丫头到底在搞什么？还是一片虚无。他一掌就推开了心魔。白皇，数根冰针化形，狠狠地刺入白皇的身体里。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没事？之前你能伤我，自然是因为我害怕你，所以你能伤了我。现在我不怕你了。你难道忘记了你师父？那可是你最尊敬的师父，你也配提我师父？你脑子可别是进水了吧？我来给你放放。还接纳你？你怎么这么大脸呢？你说玄技对你没用是吧？那我们就用拳头说话。好，我认输。但是你不是想要血颜吗？我们合作吧，我不敢再造次了。你需要血颜的时候，我一定配合你。合作？什么狗屁合作？我不要什么合作，我要的是绝对臣服。没了我，你的血颜就不能用了。如果血颜的养分是我心底的邪念，离了你，它就不能活了的话，那这种没用的东西，我不要也罢。话音一落，心魔彻底的消失在他面前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束鲜红的、不断跃动的火焰。白皇伸出手，勾了勾手指，血颜立刻就狗腿的跑到他身旁。你需要我的邪念为养分吗？血颜猛地摇着自己的小火苗，用意念给白皇传递他可以自己想办法壮大自己。那行，以后乖乖听话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我的灵兽都是自己修炼的，你也自己去想办法吧。血颜猛地点头。金炎火种出现以后，你管着血颜，他要是惹是生非，你就告诉我，或者你直接动手揍。如果他不让你揍，那我亲自来。金炎十分沉稳地点头，并且表示，若是他们两个往后再强大一些，就能化成人形了。我会尽快提升实力的，让你们两个好化成人形出来透透气。怎么样，西魔呢？你有没有事？西魔死了，我自然是没事。你怎么？好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那你的血颜呢？白皇伸出了指尖，一簇血颜从他指尖冒出来。你是怎么赢了你的心魔的？就揍，往死里揍。行，等会儿我试试。外面那个炎黄是你的心魔吗？是我的心魔，也是我的血炎火种。当时我明明输给了心魔，不过还是经不住诱惑，频繁地使用威力强大的火焰，所以后来心魔越发的壮大，甚至都开始危及到了我自己。沉睡了这么久，本来我是想着要和他同归于尽的，不过今日看见了你，我倒是不想死了。等师父解决了外面的心魔，我们一起出去。虽然我现在也是住在别人家，如果他们不愿意接纳师父你，师父不嫌弃，我就跟着你混了。好，不过你不必等我，此番一战，我必定要重新关上一级的。若是我赢了，我自然会来找你；若是我输了，那你就好好学习我给你留下的双生魔焰诀，出来。他倒是越发强势起来了。走，出去之后，我先送你们出去。师父，可有什么东西能助你对付心魔的？你帮不了我，还是顾好你自己吧。白皇扯着他的袖子，神情十分固执。好吧，真是怕了你了。这个东西你收好，也不是没有办法帮我。若是你能收集到这世上最纯净的天灵雷，将天灵雷注入和我神识相连的神识玉里，那我就有更大的把握对付心魔。若是神识玉碎了，那你也不必再等我了。煞炎戟，开！咚咚咚！走，丫头。白皇，你没事吧？异空间的时间是错乱的，在外面这些人看来，白皇就是呲溜一下进去了，然后过了几个呼吸被炸出来了。但是对白皇来说，他在里面浑浑噩噩的修炼，少说都有半年的时间了。炎黄，你们快杀了这个女人！可是底下的人一动不动。哼，这丫头进了门里，定然已经拿到我的传承，怎么你们不想要吗？无耻！传承真的在你手上，白皇可不能什么好东西都被你抢了去吧？想要，恐怕你们这群人都没有这个本事。之前被我揍的还不长记性是吧？怎么会只有我们呢？华妙鱼、花城，你们两个不想要吗？玄黄强者的传承，不想要的那直接出家好了。姐，你不会真的被他说动了吧？我们不能害他呀。没用的东西，刚才我不对他动手，已经是很给顾家面子了。玄黄强者的传承，你怎么不想想？若是你拿到了传承，未来也成了玄黄强者，你还怕白皇不喜欢你？你当白皇为什么不喜欢你？你不够强大，所以他才不喜欢你。是啊，他要变强，他想要白皇，无论用什么办法，都要让白皇的眼底先有自己。白皇，还不快把传承交出来？你现在拿出来，我们不为难你。怎么了？什么东西？快跑！
我找个安全的地方。好险，总算是逃出来了。白皇，你没事吧？之前我没找到机会，那个玄皇又在那里盯着，我不敢动。我不是不救你，就是我知道，谢谢你。不过你真的拿到了传承吗？真是好厉害呀！现在大家都在找你呢。等会儿咱们先出去，你们顾家的人肯定在外面接应你，到时候你就安全了。你的师兄们死了，你不难过吗？不难过，他们总是欺负我，之前还差点。不过还好有你在，这次出去我就和三长老说，顾家的人都是好人，叫他不要再被以前的仇恨所困扰了。对了，你还可以加入我们宗学盟，我们宗学盟里有很多厉害的长老，肯定会喜欢你的。你天赋这么好，我调息一会儿，你帮我守着。这里的风景可真美，比我们宗学盟漂亮多了。这地方山清水秀，倒是很适合埋骨呢。都说你白皇是个战斗力十分强悍的小怪物，那些个蠢货就会用实力和你硬碰硬，殊不知你和顾家人一样，都是不知道对人设防的大蠢货啊！白皇，就让我好好欣赏一下你在绝望之中对我苦苦祈求的场面吧。不会吧？不会就这么死了吧？脖子上却被抵了冰冷的利刃。是虚影。嘘，别出声，咱们这里可还有客人呢。跟了一路不累吗？出来吧，顾萧。噔噔噔。你怎么知道我跟在你身后的？白皇，是我小看你了。担不起你这句话，是我太小看你了才对。我还奇怪，当日在宫宴上和你过招的时候，就觉得怪怪的。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当日你应该是故意让着我的，是吧？你的实力可远远不止当日所展现出来的那一步。我听宗学盟的人说，当时你父亲还没出世的时候，你可是宗学盟之中天赋数一数二的弟子，连龙纪那种蠢货都有5星玄师的实力了。当时在宗学盟算是风云人物的你，怎么可能才是一个3星玄师？你倒是打听了很多，你很聪明，也都猜对了。我故意压制自己的实力，就是为了让宗学盟的老不死对我放下戒心。他们觉得顾家小辈实在拿不出手了，才会将自己的心肝宝毫无顾忌地派遣到这个遗迹中来。毕竟如果我不是随手就可以捏死的一个小人物的话，你父亲怎么会将你放心地派遣过来呢？是吧？宗学盟3长老的私生女儿程洋洋。明明宗内弟子都不知道的事情，为什么这个顾萧会知道？那些宗学盟的弟子也是你杀的？你捆着他们不就是为了方便我动手？外面隐约传来脚步声，是那些想要玄黄传承的人找过来了。程洋洋，你想活命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不如我们来一场合作，怎么样？正好我也看他不顺眼，这样我放了你，然后我去解决外面的人，你帮我杀了他，怎么样？你当我傻子呢？我如何信你的话？你们都是一家人。什么一家人？他一直都看不上我这种野丫头，我自然也不喜欢他。而且若是他死了，我就是顾家天赋最好的孩子，没有人可以危及到我的地位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，不是吗？顾萧掩藏了实力，我肯定是打不过他的，还得靠你了。好，那你松开我，这鬼丫头又在打什么主意？去吧，替我杀了他，等我把顾萧宰了，回头就剥了你的皮。顾萧，我现在就送你回去，和你那死鬼娘亲团聚。不对，你那死鬼娘亲死的时候，肚子里好像还揣了一个。正好3人一家团聚了呢。顾萧神情阴冷，眼底有风暴在逐渐凝聚。白皇双手附在身后，不再去管这2个有旧怨的人。看，小心！那金炎却比寻常火焰厉害多了，沾染上就是无休止的燃烧。谁？不过短短一会儿就不认识我了？你明明是冰系的，你怎么会还有火系？双系！都给我振作起来！我如今突破成4星玄师了，你们还怕什么？白皇也不过是一个4星玄师，你们怕什么？话音一落，花妙语却突然膝盖一软，整个人差点趴在地上。这个气势是6星玄师，怎么可能？快撤！金色火焰凝出的墙壁却猛地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来都来了，不打一场也说不过去。放心，顾萧顾不上我，对付你们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白皇去死！哈哈哈哈！我得手了，我赢了，传承是我的。在找我吗？
好可怕的玄技！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并不是白晃的玄技，而是普普升上了3阶之后得到的天赋玄技木影盾。之前对付程阳阳的也是这一招。大家一起上，只有他一个人的话，我们奋力一搏还是有机会的。不愿意死心吗？金色火焰猛地从他身上冒出，同时他的眉眼却染上了一层诡异的冰蓝色。众人只觉得自己半边身子是被火炙烤着的，另一半的身子却仿佛泡在了冰水里。我还是4星玄师的时候就能把你们都收拾了，更何况我现在是6星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若是出手重了，你们可要叫得小声点，别吵着我的耳朵。轮回殿中，主子，不好了！守在遗迹外的仙人来报说，遗迹内有异动。怎么了？好像是说，里面的那个玄黄强者似乎还活着。之前那位玄黄强者是陷入了沉睡，故而我们也一直都没有发现。主子，怎么办？他没死又如何？和本殿何干？我轮回殿可没有人进入那遗迹之中，就算有出不来，那也是命数。陆景可别这么不要脸了。刚才送给某人的救命玉碎了的时候，他慌张地分了一道神石出去搭救人家。事后神石归位，还一脸不安的神情在大殿上走来走去，真当他们都是瞎子吗？可是白皇姑娘不是进去了吗？万一她在里面被那位活着的玄黄强者给抓住了，而且白皇姑娘又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，估计不怎么讨那玄黄强者的喜欢。闭嘴，他如何都不干我的事，我只是觉得他还有点意思，所以才找他做了交易，仅此而已。半晌后，不是我不救他，而是我如果强行破开结界的话，里面的空间会扭曲，到时候那些无主灵宝都会直接报废。若是他拿到了观星通天镜还好说，若是他没拿到，通天镜毁了呢？通天镜对他们来说太重要，不容有误。怎么，现在还想让我去救他吗？不，主子，别去救他了。白皇解决完最后一个人的时候，顾萧和程阳阳正打到最关键的时候。顾萧，你打不赢我的。程阳阳，早在我母亲被害的那一日，我就发誓要让你们也尝尝生死隔离的滋味。你们程家人杀我母亲，还有我那尚未出生的妹妹，今天我也要取了你的性命，让你父亲尝一尝什么叫做孤苦一生。你放屁！就凭你也配？本来是不打算用全力的，为了进遗迹，我可是煞费苦心，甚至故意输给白皇，好让你父亲以为我根本打不赢你。他眼底逐渐漫上血红色，泪光涌动，将他整个人托起悬浮半空，而他身上的气息在节节攀升。2星玄师，不，白皇，对，白皇，你帮帮我！你不是也想杀了顾萧吗？你我联手，一定可以杀了他，不然等我死了之后，下一个遭殃的就是你了。好啊，我救你，正好咱们之前不是说好的吗？我们2个合作。对，我们都说好了的，你救我。你还真是单纯，我说什么你都信。程阳阳，你不是最喜欢玩这种给人希望又叫人绝望？我觉得这样有意思得很，所以自己也来试试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救你吧？你会不得好死的！不劳你费心。对着顾萧招了招手，他一道落雷打下，直接炸开了程阳阳的脑袋。遗迹外的结界处，主子，你真的不能动手，他说不定好好的，不需要你去救呢，是不是？那东西对我们很重要，我们都等了这么多年了。落殿，你……无数的黑色火焰覆盖上那层结界，咚咚咚咚，遗迹里突然发出震耳欲聋的钟声。给我破！落殿，你在做什么？你破不开这里的结界！一句话都还没说完，就看见那结界居然被直接打开。落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咱们天凤的小辈们可都没有出来，你能撕开结界，便是要进去掺和一脚的意思了。滚！只有半炷香的时间，他必须得赶紧进去把白皇带出来。白皇，一切如你所愿，你非要用那个女人来试探我真正的实力，现在试出来，高兴吗？白皇漫不经心地抚看手上的泥土，刚要说话，炎黄的神石玉上突然发出阵阵炽热之意，在催他赶紧走。咚咚咚咚，急速的钟声响起，仿佛大军侵入城池。白皇面前的空间猛地扭曲起来，在黑洞外面看见了一脸凝重的落景，妖异的眸光半眯着，他像是在懊恼，又像是推翻了什么重要决定的不甘。父亲，父亲，母亲，师父，快救救我！
师兄，师兄，帮帮我！可惜声音似乎也不能传出去。你一口气得罪了这么多人，我看你怎么收场！哈哈哈哈哈！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去和玄宗盟的人解释吧。别喊了！那群人顿时安静如鸡。不就是想回家吗？这就带你们回家，急什么？不远处，普普抓着一个巴掌大小的东西，蹦蹦跳跳地跑过来。白皇看了一眼，就转身去哪儿？但显然白皇没有要和他解释的意思，他直接抓过普普叼着的东西，那是一只灵梦兽，唯一的能力就是被他咬过一口的人会陷入编制好的梦境之中。他立刻将凤玉从木灵石里挪了出来。白皇微微一笑，指挥着灵梦兽咬了凤玉一口。他眉头紧紧地皱起来，像是已经入梦，也不知道他做的是什么梦。不过不管梦到什么，白皇都可以一口咬定他说的都是虚话。就算到时候他说他杀了白珠，他也可以说那是凤玉的一场梦境。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的，白皇满意点头，扶着凤玉走出去。你这是闹到哪一出？你不认识吗？三皇子殿下啊。我知道是凤玉，他怎么会在你这里？和你无关。笑哥哥，你背着他。那么走吧，带你们回家。乖。身后猛地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哭喊声，喊爹喊娘喊师傅师兄的都有。灵儿，你们两个，白皇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们想群殴我，现在被我揍了，技不如人不是很正常，我能有什么意思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没有受伤吧？顾念慈，这件事情你们顾家势必要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我们家灵儿得罪你什么了？你要这样对她？乖乖说了，是你们自己家的孩子要动手先，关我们乖乖什么事情？居然是玄王强者！怎么，诸位是对我顾家有意见？三皇子殿下，是谁伤了三皇子殿下？三皇子殿下是在里面受的伤，还被灵梦兽给咬了，所以一直昏睡。我救下他以后，他就一直没有醒过来过。灵梦兽？真是灵梦兽，遗迹里有。待三皇子醒来，老夫会问他的。等他醒来，哼，猪猪呢？白小姐，我没见过他，你当真没有见过他？若是让我知道你骗我，我就拔下你的舌头。你这是要拔谁的舌头？怎么，我儿赢过你们所有人，就要针对我儿不成？要打，我顾念慈奉陪。白夫人这么关心白小姐，果然是骨肉至亲，母女连心呢。这丫头是在嘲讽她。诸位，难不成是我强迫你们抢我的东西的？不，我们自找的，不追究。是他，还有他，那个顾萧，他们两个都隐藏了实力，把宗玄盟的人杀光了，和那个白家的怪物一起杀光了宗玄盟所有的弟子。洛景自白皇出来之后就没说过一句话，原本他已经下定决心不管白皇的，只是一闭上眼睛，他灵动狡黠的面貌就会在自己脑海之中浮现，他骂人的样子，挥拳头的样子，龇牙咧嘴的凶狠样儿都十分可爱。他从来都不会让自己失控，但遇见了白皇之后，他却做了自己曾经最不屑的事情。白皇眼尾视线正好扫过这位爷，这会儿居然站在原地，一会儿皱眉，一会儿懊恼，甚至白皇还惊恐地看见他居然脸红了，耳旁还有白夫人又惊又恐的声音。他巴拉巴拉地讲了一堆威胁的话，玉璧一转头居然看见白皇在分神，眼睛定在一旁的落脚身上，是扯都扯不下来。白皇，长辈在和你说话呢。你这是在朝谁吼呢？落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和顾家的事情，还轮不到你来插手吧？白皇已准备入我轮回殿，你说归不归我管？你们也知道我这人不讲理，谁要是和我手底下的人过不去，就是和我作对。他们惹不起你落殿，不知我宗玄盟的人有没有资格来讨个说法？宗玄盟的人，我家小丫头可没动你的宝贝弟子。放心，我不动他，我找的是这个小子。踢下去，叮的一声，胡齿老狗，你逼走我大哥，这笔账我还没找你清算，你居然还有脸来欺负我顾家的小孩。你是当年那个玄氏小女孩？老狗受死！今日我必废了你！就凭你？程三已经是6星玄王，比顾念慈还高出1星。洛景下意识的就要拉白皇后退。笑哥哥，快跟我走！笑哥哥，洛景，这是我的朋友，他天赋很高的，就比我大2岁，现在已经是玄氏强者了。你们轮回殿收他吗？凭他？
白皇，你是怎么想的？难不成我轮回殿还缺一个玄师？而且你这个朋友，这里好像还有些问题。你认为我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会要一个傻子？白皇被他握着的手臂上突然冒出金色的火焰，落井下意识地松开了手。白皇，你……却见白皇猛地将一个白色的东西狠狠丢了过来。主子，这是观星通天镜啊！他拿到了，镜子拿到了。你要的东西我给你了，咱们两清了。你好好做你的落殿，等我到了玄王级别的时候，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找人告诉我，我会帮你的。至于其他的，我想我可能帮不了你了。白皇为了这个怪物，居然情愿直接和自己对立。不必了，我轮回殿要不起你这样的人。之前说的到玄王级别就来轮回殿的约定作废了。白皇，你真是好样的，你可别后悔。绝不后悔。怎么就突然吵起来了呢？顾念慈和程三这一战足足打了半日。娘亲，快，顾萧！小子，去给我的娘娘陪葬吧。谁？是你爷爷来了。雷灵兽，那可是咱们顾家的守护兽，6阶了呢。没想到父亲把他都带来了。这就是顾家的最高实力，只怕是差一点就能成为玄皇了。程三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进了一计自然有争抢，争抢之下定有伤亡，是你弟子学艺不精，你做师傅的出头不丢人吗？我顾家的人用不着你来教导。茂广，你们顾家都是好样的，等狙到通天塔的时候，你们等着，那我顾家就等着。白文孝，你给我过来！慌！白夫人突然想起白文孝和白皇从小是认识的。滚！你给我滚！这女人又发的什么疯？白皇，这白文孝是你带回来的？你们要是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带着他住出去。乖乖，你说的什么话？我们是一家人，说什么介意不介意？再这样，娘亲就要生气了。放心，让你朋友住下，我顾家可没那么多规矩，是吧，老伙计？雷少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，他硕大的眼睛转过来，看向了白皇。老伙计，怎么了？别吓着孩子。哼，你说吓到他？国光，你是老糊涂了吧？你这捡来的孙女的眼神就跟一头凶兽似的，谁吓唬谁啊？国光，你家这小女娃借我2天，我一定把人给你调教好了送来。白皇冷眼看着这只双头兽。喂，小崽子，怎么你害怕？双头猫，这可是你让我去的，别后悔。小丫头，你够胆子。父亲，既然如此，接下来直到通天塔打开的那一日，就让雷兽带着你一起修炼，多学点雷系的东西，对你有好处。白皇听得心头一跳，难道顾老爷子知道他身上有雷系天赋的事情？通天塔那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我天凤一国的镇国之宝。通天塔一共有5条通天道，一共对应木、雷、水、火、风5系。塔顶是5系的玄灵，那是给最终登上最高点的人的奖励。想当年，大哥，也就是你的伯父，就是在那一场灯塔之战中崭露头角，彻底成为年轻一代的领军人。可惜，不说这些了，乖乖，你是兵系的，虽然通天道里没有兵系的，你可以去拿木系的玄灵，对你的兵系应该也有帮助。这通天塔只有玄士和玄师级别的人才有资格攀登，还有3夜就要开启，到时候你可要好好准备。姑姑，你怕是还不知道吧？之前在遗迹里，白皇可是又觉醒了一系天赋，现在是冰火双修。双系天赋，这可是好事儿啊！双系，乖乖，你真是太棒了！双系天赋，以后就是成为玄皇强者，也不是不可能。冰火双系，不对呀，这丫头明明……老伙计，先赶紧回家吧。对了，娘亲，你们知道有种雷系玄灵叫做天灵雷，你们见过吗？天灵雷，丫头，你找这个做什么？那通天塔上的雷系玄灵就是天灵雷啊！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怎么，你想要？那可是宗玄盟拿出来的东西，雷系可是宗玄盟弟子最擅长的，每一年的雷系玄灵都是宗玄盟弟子自己夺回去的。你就别想了，这玄灵都是4大家族和宗玄盟掏出来放着当奖品的。我看你啊，还是去争一争火系玄灵好了。火系玄灵是咱们家掏的，总该拿回来才不算便宜别人。娘亲，爷爷，光说我双系的事情了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顾萧他可是隐藏了实力呢。哦9星玄师，厉害吗？好，我就知道，你从小天赋就好，我真怕你父亲的事情让你失去了对修炼的恒心。爷爷知道你还在怪爷爷，但你一定要好好修炼。爷爷，我们回去吧，我都好久没有好好睡一觉了。
白黄叹了一口气，顾萧还是没有原谅顾老爷子，不过他也没办法，还是先想想怎么才能救出师傅吧。雷兽就巴巴地把白黄猛地叼进了自己的府邸。你做什么？小丫头，我能调教你是你的福气，顾家多少小辈求我指点他们一下都求不来，你可别不知好歹啊。白黄抿唇看向了那一颗一直闭着眼睛的脑袋。你别看他，我负责教导你，我叫雷造，他叫雷静，这名字倒是很衬你。小丫头片子，甩脸色给谁看呢？不要说脏话。哼，我就问你，小丫头，你明明有雷系的天赋，是不是？他的鼻子是狗鼻子吗？这都能闻出来。你真是浪费你的天赋，为什么不好好修炼雷系？雷系多好啊！武灵手链一颤，普普和汤汤就出现在了白黄的面前。住嘴！再骂我们白白，我们揍你！你找的这是什么灵兽啊？哈哈哈哈！2只3阶灵兽，我一口一个就能吞了你们。你是驯兽师？这是我的契约兽。你的眼光很好，好好对待他们。哼，不用你说，娘亲对我们可好了。你家那老顾氏也同意我们2个给你训练雷系天赋，你是不是对那天灵雷很感兴趣？那就成了，到时候你去选那个雷系的通天路，把宗学盟那帮小子都弄死，也就顾萧那小子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哼！你们现在有主了吗？怎么，就你还想收我们不成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有主人了，是顾中。你干嘛说这个？原来如此啊，知道了，我会帮你们报仇的。成啊，那就开始吧。白黄被雷光击得狠狠飞了出去，半天没能缓过劲儿来。你做什么？婆婆很生气，只挥出腰藤就对着雷造狠狠地攻击了过去。汤汤也咆哮着喷出火焰。雷静诧异挑眉，嘶吼了一声，居然缓缓地从主体之中又分离了出来。我来教2个小家伙，你去看好白黄。咱们雷系天赋的就是要扛雷，被揍得越狠，实力长得越快，把你身上的雷系玄力都调动起来。我这可是落银雷，天生就是雷系玄灵，给我好好收着。来，落银雷又一道狠狠地劈在他身上，浑身麻木的同时，白黄确实感受到了雷系玄力从他的皮肤里钻进去，流淌在他身体里。起来起来，小丫头片子，不是刚刚很猖狂吗？来，今儿个让爷爷我教你做人。只是一旦他表现出适应的样子，雷造就会加大雷电的威力。哼，给我趴着！小丫头，现在知道雷系的威力了吧？叫你先修兵器和火系。哼！再来！院子外，顾念慈心惊胆战地听着里面的雷声。很怀念是吧？自从周儿走了之后，咱们家许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。我当年的事情不怪你，我们都有错，错在顾家不够强大，才能任人宰割。是啊，宗玄盟总有一天，我要亲自砍下那程三的脑袋。皇室宫殿之中，三皇子还没醒吗？还没有。白皇，玉儿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竟然是他，居然是他！那个小时候给他送药的人，在他不得父亲喜欢的时候安慰他的人，笑起来眉眼带着暖阳的人，居然是白皇。那白粥又是怎么回事？玉儿，凤玉却跟看不见似的，猛地从床上站起来，往外面跑去。我要亲自去问他。陛下，宗玄盟的人来了，是为着顾家来的吧？呵呵，走去看看。凤玉站在顾家门口，脸色很是难看。抱歉，白皇小姐很忙，现在不能见殿下。怎么会没空？她在做什么？在做什么和三皇子殿下有什么关系？我妹妹这会儿正忙着挨揍，三皇子明日再来吧。说完，直接将门给关上了。主子，你这是做什么呢？我不是想见那丫头，我只是路过。是，那我们现在回仁惠殿吗？就你有嘴，话这么多。得，他闭嘴好吧。我就是进去看一眼，耍一耍那丫头，出出气。对。他伸出手，唰啦一下，整个人居然诡异的消失，顺着雷光涌动的方向来到了雷兽的院子里。太燕一看，不由得怒从心起。快起来，这才到哪儿呢？你不会想认输了吧？白皇被电得浑身抽抽，撑着手站了好几次都站不起来。他看见了他掩藏在长发下的脸，狰狞的痛苦的，眼睛里一滴滴泪被刺激的落下来。
再来！就这样，洛景一次次的目睹他被轰出去，全身痉挛之后，又重新爬起来，1次、10次、100次、1000次，直到月色洒满大地，白花终于被人抬着出去休息了。普普和汤汤也被折磨得晕了过去。雷燥得意地晃着脑袋，打了个哈欠，钻回去睡觉了。不一会儿，角落的一处阴影缓缓地站起来，这个院子外面顿时出现了一片黑色的结界。谁？你出来！你居然是暗系天赋的玄者，是顾家的敌人吗？别白费力气了。你们既然知道我是暗系天赋的话，现在是深夜，你们是脱离不开我的控制的。哎呦，我不是你们顾家的敌人，只是单纯看你们2个不爽而已。等等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等我揍完再说。院子里顿时响起了惊天动地的惨叫声，屋子里年轻人呐，就是沉不住气。也好，那2个家伙除了顾中谁都不服，也让他们尝尝厉害，不然还真把白皇当沙包了。哎呦，年纪大了，耳朵也不灵光喽，什么都听不见喽。